Hello，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真的是好久不见呐！欢迎回到理科塔罗。距离上次我上传影片都已经快要1年了，请问大家的2025年过得怎么样呢？那今天赶着在2026开始的时候把这部影片完成，那希望可以至少帮大家看一下年度的运势。在影片开始前，我当然会闲聊一阵子，毕竟我快要1年，几乎是音讯全无哦。那感觉上我必须要用一点篇幅来解释一下为什么停更这么久。那如果想直接选牌的同学，可以直接在这个画面下选牌，或者利用时间轴直接拉到选小物的地方哦。那我从2021年底开这个频道，大概1年半左右之后，就已经有惰性出来了，然后读牌开始会像是标定的工作，就像之前我在 IG 还有 YT 的社群解释过的一样，会停更这么久，其实最主要也基本上是唯一重要的原因，就是做影片已经对我来说没有这么有趣，带来的绝大部分是赶稿、赶上片的压力。大概频道满就是2年左右，其实就已经疲累大于这个期待感了。我记得有一次我在影片里面说，真的很难想象自己可以做一件靠兴趣支撑的事情做超过1年，因为我月亮是双子座推给星座。我们这个受众人敬仰的唐国师也曾经说过，月亮双子就3分钟热度啊，喜新厌旧。我们总是会开启新的 project 给自己做，做到腻了就会换一个。像我画这个 line 的贴图，我说要画3集，但是出了2集就断尾。其实我第3集的草稿都已经画好一半了，但是就这样搁了2-3年了。想说我如果哪一天又想到，就会继续。刚刚开始经营理科塔罗的时候，1周我是更新2次的完全不知道自己怎么办到。那个时候超级有兴趣，然后每一集之间都在想说，下一集要做什么，要抽哪些牌卡，然后影片的长度也会做得超长，因为喜欢的事情做起来就带劲嘛。后来变成周更，然后变成双周更，影片的长度也减少很多。每次改这个上片的频率，我都会觉得，这样子我应该就不会有太多的压力了吧？但是压力只增不减，只要是上片的那一周，我从周1开始就觉得有压力。本来会想说，好，那我趁周间的傍晚来多少写一点草稿，但是呢，越有压力越不想做，拖到周6早上勉强开始，然后草稿越打越长，最后晚上11-2点，好不容易打完了，还要录音、剪接跟转档什么的，心就很累。上片的时候，大家给我的回馈，然后看大家留言的那种满足感，其实都还在。这种正向的感受跟成就感没有随着时间减少，我一直都是非常感谢有同学愿意听我说话的。可是烦躁跟压力渐渐多过于开心感，直到2025的年初，我回台湾休息，这个读牌录音上片的动力就一去不复返了。我真的非常非常佩服那些有正职工作还可以定期上传影片的塔罗 YouTuber， 尤其我在2023的年底到2024年中遇到冠老板嘛，工作时长其实都很长，我回家还得读论文跟做投影片 sorry。那个时候真的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做到就是定期更新，这种长期累积的疲累感在我回台湾的时候爆发出来。那我本来当时候2025 2月初回台湾是预定要待4周，但是因为签证的更新拖到的关系，所以多待了2个多礼拜。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我1月底最后一次，就是上一次上传影片的时候，我有举办这个公益个占的抽签。在那个半月之中，我其实应该要把这些个占做完的，但是呢，我拖到6月中才真的做完。所以对于那3个抽到奖，但是等了我4-5个月的占卜结果的同学，很过意不去哦。在这边我诚恳的跟你们道歉，如果你们有在听，然后感谢所有人的包容。中间呢，其实还经历了我差点失去频道的状况，因为我是用之前博班学校的电子邮件开设频道。
这个电子邮件应该是可以长期使用的，但可能说维护的成本太高了，学校就发了邮件说要停用。其实去年底就通知过了啦，但是我呢记错了日期，所以想到的时候账号已经登不进去了。还好说应该蛮多人跟学校反映，所以学校就延期了1个月，我也成功的把频道转移到别的账号底下。当时候以为我失去频道，我的心情是非常的复杂。我那个时候还赶快在 IG 上跟大家公告，一边我觉得非常的可惜，但是我必须承认，我一边好像又松了一口气。拿回频道的时候，我也有跟大家讲，结果我发现说频道失而复得的喜悦跟要继续制作影片的压力不相上下。那我一直都期许自己是一个说到做到的人，所以当时候我开始不想上传影片，开始食言而肥的时候，那其实就代表说我应该要停止做承诺了，所以那时候就开始停更希望大家听到这些不会觉得我在找借口，其实我就是把自己最真实最平凡的感受拿出来跟大家说。比较想要道歉的部分，除了久久不更新，最不可取的应该是我有点逃避有同学留言传讯或写信我除了关掉通知之外，如果有的时候看到我也是先不回，想说我最好是我跟大家公告一下近期不会上片，但那个时候觉得如果发公告我就有义务跟大家说什么时候要上片，说出口了又是一个我搞不好不会达成的承诺，所以我那个时候做的就是真的拖到6月底才发了公告。其实公告的内容大概就是我以上说的这样，也跟大家说明说未来会变成佛系的更新，也就是不定期的上片。除了我希望等我真正想要占卜的时候才占卜，希望我说读牌写稿子并不是因为上片的压力，而是我真的想要跟大家说点什么，想要回答大家的问题的时候才这么做希望大家可以包容我的任性，希望我上片的时候还能看到大家的留言其实除了最主要的就是我的惰性跟占卜从兴趣变成工作的压力这种原因之外，还有另外一个我对于做影片越来越倦怠的原因，可能占了10%-20%吧，就是我开始感觉我一直在重复一样的话当然说大家遇到的问题有相同的部分，也会有类似的情绪需要抒发，也许我一直重复类似的言论是正常的，但有的时候我自己的感觉是我好像已经说不出什么深奥的道理我感觉对自己这样子蛮厌倦了。我觉得好像应该我要再去多看一些书、小说、漫画、看电影、影集，或者说学占星，然后到处走走，和不同的人相处。我读牌的时候才能有点不同的深度，有新的东西跟大家分享嘛。虽然话是这么说啦，但是我也不敢说今天的影片里面有什么可以让你们耳目一新的内容，大体上可能还是差不多吧总而言之呢，至少我把影片生出来了。那我这近1年来都在做什么呢？就是努力的当一个社畜拼升职加薪这样子。最近我看的塔罗影片都只跟事业好运有关，我终于可以完全理解以前会有同学留言说感情影片我先跳过，我现在只在乎我这个事业跟金钱的发展这样的感觉。年轻的时候，也不能说年轻的时候，35岁之前我总是恋爱脑，不是非常的在乎什么地位金钱什么的。现在我的梦想，我就是在这边买一个后院会有浣熊跟鹿拜访的小房子所以工作赚钱就突然变得很重要不过我们未来还是不会跳过恋爱主题的占卜啦，下次上片应该就是做这个感情的运势。毕竟这个是我开频道的初衷嘛，我们做人就是不能忘本未来呢，当然我还是没办法保证会这个定期的上片，所以还是会保持佛系更新这样。这支影片会上片这个事实就代表我并不想荒废这个频道，那希望同学们也能接受这样的方式。在这边先提前感谢所有人的体谅，也谢谢就是有一些留言然后告诉我说一直在等我的同学们
好，那回到我们今天影片的主题，今天来为同学们看2026的运势。那跟之前一样，我会用一种流月运势的方式来预测可能会发生怎么样的事情。解完主牌，就是解完主牌，会帮大家整理出20263个可以期待的时间点，以及3个需要注意的时间点。那大家就可以简单的做个笔记，这样。那如果2026发生对应的事情，你感觉有需要指引，你就可以回来看看这支影片，听看看有没有适合你的建议。同学们可以在这边暂停影片，闭眼睛，静心，深呼吸2到3次，然后用直觉去对应一张牌卡。如果闭上眼睛，特别觉得好像有一组亮亮的，好像在呼唤你，或者觉得那一组的影像特别清晰，那都是你的直觉在作用哦，就可以选那一组。如果选不出来的话，今天准备的小物是3种不同的自由女神玩具。那第一个小物是这个自由女神娃娃，很可爱吧？是去年我姐跟外甥女来美国玩，我跟他们去自由女神像的纪念品店买的。听说只有在女神在的自由岛上买得到。那很多人买这只在那边拍抖音或者是拍纪念的美照，我凑热闹就买了一只。第二个小物是这个自由女神尖叫鸡哦。这只是我在 JFK 的机场买的，那看到觉得很好笑，我就买了2只，一只是给外甥的，我觉得男生可能比较能够欣赏这一种怪怪的品味哦。它有卖大只的吧，不过有点贵吧，应该是40块美金的样子。小只的这只好像也要10几块美金哦，有点忘记。好，那第3只的小物是这个自由女神的乐高。这只我一看到就立刻抓了，完全没有看价钱。对于合作的周边我没有抵抗力哦。想想在美国这么久，我还是跟那种容易脑袋一热的观光客没有差异。OK， 好，那现在牌卡跟小物都在你的面前了，你可以在这边静心，闭上眼睛，深呼吸，调整频率，用你的直觉来感应是不是有一组最可能含有你需要的讯息。OK， 那选好了的话，就可以拉转时间轴，我们就等等再见喽。Hello， 抽到第1组的同学们，大家好。你们的代表小物是这一只左上角的自由女神娃娃。首先呢，我们一样先来看验证的部分。今天的验证牌只有抽1张，我们会从这张牌来看看第1组的同学，你们对2026年最大的期望。接下来我还会从整个牌面给我的感觉，就是从你们遇到事情可能的反应，反过来去分析你的性格跟处事方式。好的，那你们对于2026最大的期望，这边抽到的是权杖3。权杖3会让我觉得你们可能在2025的年底，秋天到冬天之间，可能做出了一个决定，或者面临了一些变化。这个转变是好的，至少是可以让你的心里比较踏实的。比如说，你有了新的职位，面对新的职场，搬了家，或者说付了房子的头期款，或者开始想要投资、学习投资，开始一些新的兴趣，开始运动，或者说你离开了消耗你的环境或者人，放弃了一些原本坚持已久但是没有回报的事物等等。总之，我认为你在2025的年底有一个重要的想法，就是脱离原本让你觉得舒适或者停滞的状况，你会想要拥有崭新的气象跟能量。OK， 那关于你的性格跟处事方式，我会讲几个点，可能不是全部都符合，同学们就斟酌的听哦。首先，别人刚刚跟你认识的时候，会有的印象是你外表坚强，可能长得还蛮好看的，反应快，行动派，有决断力，人格的魅力比较强，讲话上可能比较快，声音也比较洪亮有力，唱歌可能很好听。深入了解你之后，会发现说你有习惯自我压抑的一面。部分同学，你们因为个性比较急躁，事情排得比较满，所以容易显得疲累，会觉得自己似乎老得很快。
如果你已经超过30岁，那你的年轻时候可能20出头，25、26可能会受过比较严重的伤，可能是遭遇信任的人的背叛哦，或者说家人给你的打击，你花了非常多的时间去消化，但感觉那个伤口一直都还在。这个经历可能会让你的20岁跟30岁差异很大，生活的磨练有把你打磨成一个截然不同的形状的感觉。你不见得喜欢这个打磨过后的你自己，也许你更怀念的是小时候，你会觉得童年或国高中的时期和朋友打闹更快乐。这组同学，你们火象跟风象的能量居多。牡羊、狮子、射手、双子、天秤、水瓶应该会出现在你的太阳或上升星座。你的阳性特质很重，你会习惯靠自己，习惯扛责任，不会轻易的开口跟人家求助。可能因为你曾经在高压的环境下成长，或者你觉得旁边的人都不靠谱，所以如果你是女生，应该就是那种女汉子的类型，男生可能是超级大直男这样。因为你都靠自己解决问题哦，所以其实你会很不喜欢旁人对你的做法或决定指指点点。你尤其不喜欢感觉到别人语气里面有一点点的轻蔑或者指责，那会让你一下那个就爆气，有可能会立刻摆出防御的姿态。那这种对于负面评价的敏感，也许有时候会让你自己受罪。因为100个人称赞你会抵不过1个人对你的嗤之以鼻哦。这个也可能影响到你对伴侣的态度，可能对方讲了很多赞美你的话啊，平常很照顾你，对你很好，不过某天某次，对方突然讲了一句刺伤你自尊的话，你就会记很久很久。如果你有这样的状况的话，要注意一下，因为可能代表说你有这个惩罚自己也惩罚别人的倾向。以上讲到的缺点，基本上要比较靠近你才会知道。大部分你身边的人对你的评价还是很不错的。你性格明朗，直来直往，也有领导力，而且因为你工作上面逻辑是清楚的，蛮聪明的，计划很详实，说到做到。所以如果在公司的体制内做事，会是主管级或是主管的得力助手。一路以来升迁可能并不会被拖延。如果你的升迁不快呢？绝大部分的原因是因为你容易招小人。你工作上的缺点是可能对于不如自己的人没有耐心，简单来说就是受不了笨蛋啦。像你这样有棱有角的人其实是最容易树敌的，所以你生命中的小人不可谓不多。有的时候你都搞不清楚你自己怎么这样就被针对了，但是怎么说呢？光芒越强的地方，阴影一定就会越重嘛。而且如果你很专注的看着自己的目标的时候，会容易忽略别人对你的情绪，讨厌你的人可能都是因此而来。你的星盘你的星盘或者是命格里面可能比较缺水，这可能是你待人处事的柔软度不足的原因。还有，虽然你对别人的情绪不敏锐，但是你对于你自己突如其来的情绪是蛮敏感的，你也会觉得情绪不容易掌控。尤其如果你还在20到30岁这个时期，你在不开心跟焦虑的时候是很难去安抚自己的。你的头脑灵活反应快，在这个时候反而是缺点，因为会想很多，想太多，脑袋变成自己的敌人，越思考就越敏感，越敏感就越脆弱。那可能说你处理的方式就是逼自己不要去想，就压抑嘛，然后用这种不在乎啊、没有差啊、不干你事的态度去面对任何让你觉得不舒服的状况。这种方法在职场跟人际有的时候蛮有用因为这世界上不外乎2件事嘛，就是干你屁事跟干我屁事嘛。不过如果是真的需要你去处理的情绪，比如你的原生家庭，比如你的伴侣带给你的情绪，那压抑这个方式会带来反效果。而且如果已经习惯用不在乎去应对的时候，心理上容易失衡，也会影响你的做事态度。有的时候你会全力冲，有的时候会突然抽离，所以会在你的理想化跟现实之间摇摆不定。OK， 好，讲的有点乱，我就是照牌面整体给我的感觉去讲。好，那我们做一个总结，你是一个外在坚定、有领导力、
自我要求高，冲劲十足，聪明果断的人。但是我们可以说你外强内乱，心理的压力会累积啊，不会放松，容易过度思考，情绪不平衡，想要被理解，但是又不想示弱。所以你的外表像火焰，内心却是玻璃哦，燃烧的越亮的时候会更容易碎，大概是这样子。好，如果上面讲的一半你觉得有符合，就可以继续往下听。那如果越听越觉得不像是在说你，那可能就不是在说你，可以考虑听听看别的组别哦。OK， 我们先来过一下你的12张的主牌，然后我们会来看你的流月的运势。第一排你抽到的6张是权杖10、权杖8、宝剑3的逆位、星星牌、力量牌、节制牌的逆位。第二排你抽到的6张分别是权杖皇后、宝剑5、宝剑国王、宝剑10的逆位、权杖国王、恶魔逆位。这一组可能的星座，刚刚说就是火象星座一定有，这边有6张牌是火能量，所以狮子、牡羊、射手，尤其是狮子的能量很强。接下来水瓶的能量也有2张，然后有摩羯跟双子。OK， 我们先把你的2026整体能量描述一下。其实第一组同学，你们的牌面是很不错的，好的牌基本都出现正面，较为负面的牌都是逆位，所以看起来你是一个有福报、很能够逢凶化吉的人，而且你具备着可以扭转情势的力量。你的运势啊，基本上都取决在你的心态跟采取的行动，跟旁人的关系其实没有很大。你可能会觉得不同意你觉得不少人带给你难关，但是这边我看起来影响到的部分是你的情绪，你的情绪再去影响到你的运势，而这个人的因素不会去影响到你真正的运气啦。这组牌显示你的2026好运90%会出现在你的工作、事业、学业上。所以如果刚刚验证牌权杖3的解牌有符合你的状况，那你所期望的事情非常有可能会成真。前半年你还有一种在摸索的感觉可能说有个愿景已经有眉目，但还不知道怎么达成。下半年你就会慢慢的往你要的方向去走。这边我们完全没有看到圣杯牌，所以我比较没有看到情感上的流动，但是你们的人物牌还蛮多的，所以不排斥说你会遇到一些对象，只是牌面上比较没有看到发展成长的长期关系。反而是要你去小心你遇到的人如果你会遇到一些好的人，他们可能是会对你的这个个人成长比较有帮助的。当然是让同学们参考一下啦。我解你们运势的时候，大部分我会用工作事业去举例你也可以对应到你的学业或者正在进行的项目。好的，那我会用12张的主牌去对应12个月，然后每个月跟你说明可能会经历的事情举例给你听，然后跟你可能会经历的情绪。那讲完流月，我会帮你用3件好事跟3个提醒的发生的时间点来帮你总结2026这一年好，1月你抽到权杖10看来第2组的同学你在2025下半年或者最近2个月可能是被推到了一个你不熟悉的位置，可能你一路累积，一路被期待，一路别人会告诉你说哎呀你最好了，你最可靠了，这种微微的情勒状态你就变成说好像要去承担处理的责任越来越多，所以你在这段时间的心情应该是疲倦跟无奈比较多的。权杖10是很重的压力，对应到你2026可能1月份会遇到的状况，比如说你一直以来累积的专案到了最后的期限，或者你必须要突破某个关卡才能够被认可，也可能是你的团队或者家里有人依赖你依赖你做最终的决策，或者你必须要帮忙擦屁股。某一件一直拖延的事情，到了你终于不得不面对的时刻，因为你的权杖10是这个10号牌嘛，或者说你蜡烛好几头在烧，
工作、人际、家务、金钱、小朋友等等，你可能正站在这个压力的总结点了。权杖十已经到了权杖的最后一个数字牌，所以即使你表面上还表现得游刃有余，但是你的体力跟你的心力已经有一点到了极限，你心里很清楚，你不能够继续这样燃烧自己，照亮别人，所以你开始思考，应该要怎么样去调整节奏，放不下，就是可能是你需要去正视的问题，你需要去正视你什么时候才能够摆脱一些不属于你的，不是你需要处理的责任哦。好，2月的时候我们抽到的是权杖八。在经历1月被这个压力推着走的状态之后，到了这个月份，就好像说，情势突然被加速，因为权杖八是一个快速的进程哦。原本你以为还可以稍微的喘口气，休个假，但是这个能量让你的事情一下子全部都动了起来，信件、讯息、会议邀请啊，然后会有突如其来的他人的需求需要你去处理，可能你在一个早上收到3封来自不同部门的协作的要求啊，比如 A 部门要你补资料啊， B 部门希望你就是能够为一个新专案提供意见， C 部门要调整流程需要你的建议或者说有主管告诉你说你必须要去参加一些培训等等的。虽然这些事情会让你忙得团团转，但是这些变化的背后代表新的机会正在靠近。这个月份的你很少有时间去犹豫，事情一下来你就必须要立刻判断要不要接这个合作，要不要补这个资料，需不需要出席这个会议虽然会觉得有点累好像在一直陀螺一直转，但是这个速度会带来一种你真的在前进的感觉你必须要去学习怎么样去在混乱的加速过程之中找到你自己的节奏，并且把这个展开的新局面当成是对你来说的一个助力。权杖八还有一个可能是你会接收到期待已久的好消息比如说工作学业上面的 offer 啊，或者说你申请的一些文件终于通过了，或者喜欢的人约你出去等等。总之呢，这个权杖八它迅速的变化，它是可以连接到你心中的热情的。好，3月的时候我们看到了宝剑三的逆位前2个月你可能会在奔波啊、压力啊、快速变动之下度过。3月这张牌它象征的是一个伤口开始愈合的时刻。这个转折通常不是因为发生了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而是某些细微的情境让你突然的意识到说，好像自己已经没有这么痛了可能就是在忙碌之中去减少创伤的感受。举例来说，可能你会意外的收到一个曾经让你失望的对象或者朋友的讯息，他告诉你说最近在哪里啊，看到你啊，想到以前的事情，会想跟你道歉。你可能本来以为自己会感到愤怒或者委屈，你已经以前想好了应该要怎么回嘴，可是却发现说情绪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强烈，你甚至可以平静的去回复说没关系啦，已经过去了，或者你也想过为什么那段时间我们会渐行渐远等等的。那也有可能是你在整理旧的电脑的时候啊，翻到曾经的照片、曾经的聊天记录，或者你曾经为了某人某事感觉到被背叛或者懊悔不已的证明，那你会发现你第一次能够用客观的角度来去看待，你不会责怪自己，终于可能会觉得平静，不是酸楚。这个月份的你会意识到说过去已经过去你开始可以原谅他人，也原谅自己。好，第4个月你抽到的是星星牌走过前几个月的压力、忙碌，然后内在伤口的愈合等等，你在这个月份迎来的是一个轻盈的感觉久违的轻盈的感觉。星星的能量是稳定柔和的光芒，让你第一次不再只是应付生活，然后你可以抬头看向未来，你会发现说
自己想要的不是只是生存，而是能够拥有更好的生活品质，有一份更真诚的关系，或者更能够让你展现自己实力的环境。具体来说，你可能会在某一次的会议之中发现你可以做得比想象中的更好，你可以做得比他人更好，然后主管的肯定让你意识到说，原来你是能够值得更高的职位，你有能力往上走的。也可能说有某个同事朋友主动邀请你加入一个新的合作，让你觉得被看见被重视。或者说星星牌也是一个你想要追求梦想的过程，你突然冒出一个让自己心动的想法，比如换一个新的领域，你想进修，你想搬到一个更好的环境，或开始一个新的计划，你可能会想要参加比如陶艺的教室，或者展开一个2个月的背包客旅行。此时此刻的你不会觉得世界只有压力跟竞争，你会真实的感觉到说，你追求更好的生活不能够只是靠你空想，你会需要一个重新被点亮的信念。所以你会在这个2026年春季的星星之牌感受到期待，对于明天的期待，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全新开始的时机。5月的时候，你抽到的是力量牌，星星给你带来希望跟方向，然后让你开始调整自己的内在能量，然后你的行动跟你的目的开始要吻合。那这个时候你会在一个稳定、温柔掌控局面的方向。然后力量牌的话，就是说你会主动的决定节奏，设定界限，然后带领整个局面往前发展。在职场上毕竟还是你的主场会尤其的明显，你可能会遇到一些挑战来让你测试这张力量牌，比如你可能会遇到一个让你紧张的突发问题，比如客户临时改需求，或者同事之间有冲突。你可能以前会比较冲动一点，你会不耐烦，你会想要批评别人，但是你现在会用沉稳的态度说，好，那先让你看看状况，我们一起一步一步处理。所以你的冷静可以让周遭的人自然而然的跟着你稳定下来，也会开始依赖你去做决定。情绪上你也会变得比以前更不容易被煽动，以前可能会让你反复的想上一整天的负面情绪，现在可能说想一下子 OK 好就放下了。你会开始察觉到说你没有以前那么容易受到影响。这个月份的你会自然的散发出你可以也值得被尊重但这样的气场，那这份力量也会为你接下来的挑战打下一个稳固的基础。6月我们抽到的是节制牌的逆位，经过前面几个月，你可能会在6月的时候遇到一些打乱你节奏的事情。节制牌的逆位是一个不平衡的感觉，没有办法顺流的感觉，事情还是会很多，你也还在努力，但是有可能你的身体不像之前那样从容，可以轻易的跟上状况。这边我看到你有可能会因为一些小病小痛必须去医院，你可能会出现睡眠品质下降、注意力不集中、容易被小事情打乱心情等等的状况。可能是因为之前你认为处理得当的事情，突然出现了你没有看到的问题，或者你会遇到一些不给你面子的人。也许之前你可以冷静处理，但是如果说一次有好几件这种恼人的小事情发生容易让你破功，所以就是要小心。这个月你的耐心有可能就是你的耐心跟冷静有可能会比较不足。节制逆位也可能会是你的 work-life balance 出了问题下班明明需要休息，但是因为有很多未完的事项必须处理，那也有可能你为了配合他人的节奏，压低自己的需求，导致情绪上有反弹。例如你可能会突然觉得什么都不想做，你莫名想要远离所有的人，身边的人可能会察觉你有一点不太一样你对于某些事情很沉默，对于某些事情却反应更大。
可能因为你的身体跟心理都有点疲劳，所以累积到一个临界点，就会让你失去平衡。所以你在这个月必须要学会提醒你自己，要让你的身心都休息，不然之前建立的一些力量跟自信也会在这个月被耗尽。所以6月的时候要尽量去慢下来，给自己一些时间放松。7月的时候，我们抽到的是权杖的皇后。你会意外的展现出一个全新的状态，可能是因为之前的失衡跟调整，可能是有休息到啊，有休假，可能你有去美容美发、做 SPA 之类的，所以7月的你会有一个更外向、更自信、迷人的状态。所以听到这边，如果真的有同学你在6月的时候有出现这种节制逆位啊、烦躁啊，那种好像什么事情都跟你作对的感觉，那你就可以利用我刚刚所说的换个发型、做个指甲、健身、买一套新衣服等等的，会让你从外而内的去消化掉某一些压力。权杖皇后的能量可以让你找回属于你的亮度。如果你的重心在事业跟工作上，那权杖皇后也是在职场上能够让你耳目一新，让人耳目一新的存在。可能你在会议上面开口的次数变多，每次都好像有神来一笔，提供新的方向、改进的方案，长官就会注意到你。权杖皇后她也可能代表某一个女性的主管或者资深的同事，把你引荐给更上方，就是会是你的正向的贵人的意思。所以你的名字在团队里，或者是甚至在同行之间，可见度会提升。人际方面在这个时候也会变得更受欢迎，除了朋友同事会向你寻求意见，你会成为小圈圈的中心，也可能你会迎来更多的追求者。这个月的你不只是做得好，还更能够被看见。好，8月的时候就迎来了一张宝剑五，因为你前面的锋芒太盛了，所以这个月就要给你宝剑五的挑战，那非常非常的合理嘛。因为当你表现得好的时候，就会容易引来嫉妒，不会有人停下来想想自己的不足，而只是会对别人的爬升感觉到嫉妒。所以这个月你会遇到一些不可避免的冲突，尤其是言语上的，或者是背后暗戳戳的去讲你坏话的。当你更有主见，更敢提出想法之后，某些跟你同样阶级、同样程度或者比你高一点点的人，就会开始感觉到被威胁，会想要试图打压你。所以这个宝剑五像是理念不同，或者是为了抢夺资源而造成的明争暗斗。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再用专案讨论来举例好了，你提出对于原本工作流程的质疑，然后你想了一个更有效率的方案，然后主管都说不错，我们可以执行。但是某位资深的同事或好几个人，他其实不愿意去接受改变，尤其这个改变是来自于你的想法的时候，他们更不想接受。所以在做事的时候，他们就会用一个消极或讽刺的方式让你感到不舒服。那因为你的个性直爽、快人快语，所以你可能会脱口而出几句直白的反驳。你在事实跟逻辑上是会胜出的，但是冲突本身就会消耗你的能量。所以你可能还会在下班的时候想说，你是不是讲太多了，讲太重了，是不是让某某不高兴了？但是如果你不说的话，事情也不会前进啊，等等的，你会在这样的想法之中反复的横跳，让自己内耗。除了在工作上，宝剑五也可能是在你的朋友人际关系里，可能说你忍对方很久了，情绪突然爆出来，讲一些难听的话，然后造成对方的不愉快，导致你们有这个短暂的不和。总之，宝剑五就是令人不舒服的意气之争通常是涉及言语上的攻击，所以这个月对你的提醒是，你可以判断的快，你可以是一个判断正确的人，可是你尽量要管住自己的嘴巴。有些事情讲得太多，其实反而会造成不必要的拖延好，9月的时候，你抽到的是宝剑国王。
抽到宝剑国王，可能说之前的冲突让你更了解自己的界限跟立场哦。8月的时候是一种消耗哦，对也对你来说是一个整理思考的机会。9月你会进入这样的冷静的状态。宝剑国王是可以抛下情绪，然后清晰的看待人事物，不会有犹豫的。如果判断需要断舍离的人际关系，你也可以用一把快刀斩乱麻的剑去切开所有不确定的部分。宝剑国王他不废话的哦，他如果能够看清事情的本质，他不会去内耗，他直接去找出解决问题的捷径。你在这个月可能会做出一个重要的决定。如果你长期的考虑跳槽，你这个时候会终于的正式的递出履历，去寻找更能够让你发挥的空间，或者你勇敢的去拒绝一个让你疲于奔命的案子，或者你可以更明确的去制定新的策略，调整流程，然后很霸气的让同事照你的想法去做。因为你果断、逻辑清楚，不说多余的废话，所以不会就是刺激别人的情绪。你可以去用这种方式说服人。除了工作以外，宝剑国王也是一个比较不留情面、冷酷，然后阳性能量重的形象，所以要小心有这样子的人空降你的生活圈哦。不管是上司、同事或者是感情对象哦，你要注意这样的人是不是真的能够对你的生活带来正向的影响。因为宝剑国王的正面是冷静跟聪明，但负面是不太听劝，自视甚高，在做事上面是一意孤行的所以可能会给你带来一些困扰。好，10月我们抽到的是宝剑10的逆位9月做出这个关键的决策或者说摆脱内耗。10月你抽到宝剑10的逆位，像是说之前的一些精神的消耗终于到了尽头你可以明显的感觉到事情真的要结束了，这个累人的局面可以结束。可能是没有眉目的职涯规划，可能老板之前一直说赏识你啊，给你画饼啊，可是却没有实际的钱来补偿你。也可能是拖了很久的案子，心理的压力循环，或者是有一段让你精疲力尽的关系模式因为是逆位的关系，所以这些问题会得到缓解。可能老板终于愿意跟你谈这个 compensation， 给你加薪，也可能在职场长期跟你意见不合或者拖你后腿的人离职、调职之类的，让你觉得突然空气变得很清新。可能还有一个可能是有一段让你反复受伤的友谊暧昧关系，这个月会自然的结束虽然解脱感是有的，但是你的身心都还在恢复期。宝剑10的逆位这个10月是一个重生之前的深呼吸，比节制的逆位还更像是一个深层的清理，旧的能量清空之后，新的能量才能够进来这样子。好，11月的时候走过前面的重生脱离疲乏的状态，11月抽到了权杖国王这张牌跟权杖皇后力量牌遥遥的呼应跟力量牌2张都具备着狮子座王者风范的能量。这个通常是出现在有个人准备走向更高阶段的前夕。这个月份的你不只是回到状态，你是活力全开，你会展现出一个很强的主导性跟决断力，让别人自然愿意去同意你的方向传说中的霸总就是你，这个就是权杖国王的能量。具体来说，职场上你可能终于被提升到一个新的职位，这个职位是类似像管理层的，有这个权力的，老板的画的饼终于进入嘴里了，或者说你拿到了另外一个最想要的 offer， 终于加了薪，或者发表了论文，买了新车总之会有一件让你觉得有个事情可以掌握可以庆祝、可以炫耀的事情发生，会让你走路都有风。从权杖国王到从权杖皇后到权杖国王，如果这个是你的话，某种程度是力量的显化。
你的核心更加的成熟，掌控力也变强，从外向的能量到内在主导，从魅力到你的力量，从被认可到被信任，从能够带动他人到你可以掌控全局哦。权杖国王会让你被世界看见，然后又讲反了。权杖皇后让你被世界看见，权杖国王让你有能力改变世界，大概是这个样子。好，最后一个月我们看到的是恶魔逆位，这个是一种解脱感。你的一年里面经历过宝剑3逆位、宝剑10逆位、恶魔逆位，在我看来就是排毒的过程。你的其他牌好像在生活上都是比较顺遂的，可是心理的情绪却一直都处在于比较低迷的状态，所以这个排毒是排情绪的毒，你不再执着于自己在感情中或人际中被害者的角色，然后你还能排情绪的毒，你想的太多，思绪太负面，逆位代表你慢慢懂得在思考的过程之中去无存精。最后这个恶魔的逆位是一个排出灵魂的毒，你会松开各种层面的枷锁，这样的感觉可能缘由于你在2026这一年里面从各方面获得的一些肯定，它滋养你的内在，强化你的自信感。恶魔牌逆位，具体来说，你会摆脱某一个长期造成焦虑的坏习惯，比如你不再过度付出，不再把工作摆在所有的前面，你不再去回避、忽视扰乱你的因素，或者你终于不再自责，或者说有一段让你一直消耗的关系终于自然而然的淡出，你不再去对这件事情感到纠结。最少，恶魔牌的逆位可能会是你非常大量的断舍离，丢掉所有不再需要的物品，或者为了健康开始运动健身了。也许我的例子都有点平凡，但是恶魔牌的逆位其实是一件大事，会让你的内心空间被打开，心情上觉得焕然一新。如果前几个月你学会了掌控外在世界，那12月你会感觉到你就是自己的主人，所以这个是你真正感觉到自由的一个月，你自由于他人的期待，自由于旧的恐惧，自由于你自己套上自己的锁链，也代表说你更未来的一年2027年可以有更宽广的视野去容纳新的生活跟挑战。整体看起来2026是一个很不错，不会走冤枉路的一年。好，前面12个月终于说完，我们现在来把3个会发生好事的时机跟3个需要提醒的时机很快的说一下好，3个好时机，第一个是8到11月，工作跟目标上会有重大的突破，你可能会获得升迁、调任、加薪或更多的掌控权。2026的尾段会是你的职涯的增强期。第二个时间点是3月跟4月，是个疗愈的时期，你内在伤痕被修补，你能够重新的相信自己，你会从带着伤痛变成带着希望，心态上会轻松很多。第3个时间点是最后一个月，12月的恶魔逆位，你会摆脱一个不再适用于你的关系，或者没有必要的压力、恐惧，或者是摆脱消耗你的环境，会有一个迎向2027的准备这样子。好，3个重要的提醒时间点。第一个是6月的时候，如果你失衡了，你会引发后续的压力，所以你要察觉你的疲惫，你不要过度的用力，必须要休息，不然你的这些失衡会在下半年爆发。第二个时间点是8月的时候，你要避免因为口舌或者是自尊导致冲突升级。这个宝剑5的能量就是没有必要的争执会让你说话太快太直如果得罪人的话，会有很多不必要的浪费能量的事情发生，所以保持策略性很重要。第3个一样会是年底年底的这个恶魔逆位提醒你这个其实应该是不会自己自然而然的就发生你要变好，你首先也必须要
主动的放下控制欲跟一些执着。当你放下的时候，你才会摆脱这样子的一个循环哦。OK， 所以恶魔逆位它是一件好事，但这件好事需要你自己推动自己的一些力量。OK， 好的，这个部分是给大家做个笔记哦。当你发现这些月份好像有对应的事情发生，那你就可以回来重新的去听这个你需要的应对方式。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左下角的3张 Keepers Card。第一张你抽到的是 Occupation 职业事业哦，超级对应你这个整个牌面风生水起的能量，和这个刚开始的权杖3配合，你今年有机会冲得非常快，直接呼应了权杖3、权杖10、权杖8，事情变多，责任加重，节奏变快，你会非常忙，你会很有重要性，很多事情必须要经过你的手。跟过程，就是你必须要去决策才能够完成。宇宙透过这个具体的工作情境去训练你的专业、韧性跟领导力。这张牌还同时提醒你，你必须要靠努力跟日常的劳作，有意识的去加强、拓展自己的能力范围，成功才会是可实现的。你就是你自己未来唯一的建造者。健康方面要注意你的筋骨，尤其是下背部、腰部、颈椎、腰椎等等的。如果你需要搬运重物或者长时间的久坐用电脑，你一定要小心注意，不要省钱，要去花钱买好的搬运配备，或者一个好的椅子，然后靠垫之类的。好，第二张你抽到的是The House 屋子、房子。房子代表你的根源哦，不管是字面上的你的小公寓啊，你的家乡啊，还是比喻意义上的你的精神专业领域等等，还有你的情感归属，你认为自己是谁，你的身份认同都可以在这张牌里面出现。所以这一年的你的课题，除了在职场，可能还会有关于你对于自己的认同跟你需要守护的生活方式。这张牌也象征着你更换住处、成立家庭、买房、投资房地产，或者环境上的改变，或者在家庭的责任或角色的转变，一个长期投资规划的启动。最后还有可能是你需要去处理跟原生家庭或者情感包袱的相关议题啊。你今年会比以往更想要稳定下来，你不想漂泊，也不想被随便的对待，你会去 demand， 你去索要一个属于你的位置。好，第三张牌需要注意，你抽到了一个 false person， 虚伪的人，虚伪不诚实的人，代表一个警告，暗示你可能会遭遇背叛跟欺骗。这张牌完全对应到你下半年的一些危机。宝剑五、宝剑国王还有恶魔牌的逆位都有可能代表你遇到不可信任的人。这个人表面上可能看起来无害，实际上他会有一些遮掩、欺骗、误导的状态，可能是职场中的政治利益冲突、嫉妒感，或者某段关系里面有人甜言蜜语却隐藏事实，总会让你觉得好像对方戴着什么面具。这张牌也告诉你说，如果你遇到任何令你不安、烦躁的事情，都应该停下来再想想。可能你尝试达到的事情被别人扯了后腿，或者实际上并不对，所以你要小心的去做任何的选择，而且也要避免对自己不诚实。好，整体来说，这3张牌跟你今年的路线是完美的对齐的。你会先被推进工作跟责任之流，然后意识到你需要稳定跟根基，还有巩固你的自我认同。那最后看清楚这个不真实的连接跟环境，学会筛选跟转身。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你抽到的5张茶叶卡。第一张抽到的是 Bow， 蝴蝶结。You are highly thought of， 你非常的被想念着。我这边就不多做解释了。第二张牌抽到的是 Heart， 你的心。这边有 Love, Deep Affection and Caring， 爱，深深的感情及在乎。虽然中间都没有抽到任何的圣杯牌，但至少前面这2张的茶叶卡有一个
爱过跟被爱过的感觉，不知道会不会有对应到某些同学。第3张牌出现的是 career 职业，跟 occupation 一样，又出现了职业。今年真的是以事业为重的一年，我真的很希望是我抽到你们组，这个就是我需要的牌面。好，第4张牌出现的是 heals obstacles to overcome 需要被克服的障碍哦，这个也对应到你的一些宝剑牌卡跟恶魔逆位。好，第5张牌是 jug， 是一个好像是水瓶一样的东西，上面写的是 light-hearted carefree time， 轻松愉快的时间哦，所以这个也代表说你会有一部分，今年一定会有一部分的时间是让你感觉到身心都很轻松的。好，我们最后来看你抽到的星光女神卡，这边你抽到的是地球，左上角自由女神旁边的那个牌卡，地球 Earth， 他说你拥有丰富的资源，可以放心的展开旅程哦，所以是一个很好的牌卡。好，我把它的这个可能的意思讲一下。对你而言，这一年不只是挑战跟成长的旅程，也是向下扎根的历程哦。权杖10、权杖8带来的高压、快节奏，你在年初的时候有庞大的责任哦。地球女神在这边提醒你说，你并非孤军奋战，你有丰富的资源跟支持，你需要重新跟这些资源连接，跟土地、身体，还有你真实的自己。宝剑3逆位，星星跟力量依序的出现，你开始修补伤口，重拾希望，你也学会用温柔坚定的方式面对世界，这呼应了地球女神所说的务实的落实，不只是想，还有照顾你的身心，调整生活结构，化成具体的行动。节制逆位提醒你身心失衡的时刻，地球女神建议你回到最根本的层面，规律的作息，健康的饮食，亲近自然，让身体排毒，让你的心灵呼吸。你的旅程要学会停下来，要学会扎根。权杖皇后到权杖国王的转变，象征你从被看见、被需要，走向真正的主导跟成熟。地球女神在这边成为你的支持，她说你已经具备展开新旅程的条件，只要相信跟迈出脚步。恶魔逆位所带来的解脱也跟这张神谕卡的讯息相呼应，你要放下对自我不足的恐惧，放下不必要的依附跟枷锁，丰盛从来没有离开你，你只是被焦虑遮住了视线。如果你在乎的是事业跟财务，那如果你有对于友善环境或者绿色产业有实际贡献的计划，会特别受到支持。如果你询问的是关系，这一年是地基稳固，需要去迈向下一阶段的征兆。地球女神要你记得，真正的力量不在远方，而是在你脚下正踏着的大地。当你愿意回到身体，回到生活，回到当下，你会发现自己早已拥有启程的养分。你是承担者，也是创造者。你不只是向外奔走的人，你更是能够把世界稳稳抱着的守护者。好的，那这个第一组的解牌内容就到此为止，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在这边跟大家说声新年快乐，希望每个人都拥有丰盛的一年。感谢同学的聆听，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啦，拜拜。Hello， 抽到第2组的同学们，大家好。你们的代表小物是左上角的这一只自由女神尖叫鸡。好，首先我们先来看看验证的部分。今天的验证牌只有抽1张，我们会先从这张牌来看看第2组的同学，你们对2026年最大的期望。那接下来我们会从整个牌面给我的感觉，就是从你遇到事情可能的反应，反过来去分析你的性格跟你的处事方式。好，那你们对2026最大的期望，这边抽到的是圣杯10。圣杯10很明确的代表第2组同学，你们对新的一年是带着跟情感层面有关的期待。你想要的不是冒险或突破，而是内心的安定、幸福跟和谐。你对未来的期望会聚焦在
家庭的完整啊、稳定的关系啊，或是得到心灵的安全感。你想要真实的陪伴跟连接，你希望情感上被真正的理解跟被接纳。最重要的是，你想要有重要的人可以跟你一起分享喜悦。圣杯十就是一种你希望幸福被看见，你希望你的努力可以换来温暖的日子，这样子的能量。可能就是在说你想要脱单，你想要有一个可以分享生活的人，你想要得到亲密的互动啊、归属感啊。那也可能是你的原生家庭，或者是你自己组成的家庭出现了一些风波，那你希望风波停息之后可以有真正全方位的幸福。或者说你认为你的生活都 OK， 但就是缺了小朋友、小 baby 就会圆满，所以你希望跟伴侣可以有爱的结晶。总之，你希望外在跟内在感到连续一致的安全感。广义来说，圣杯十也可能是你希望找到你有归属感的团体，你想要跟身边的人有更坚定的连结。那再更广义一点，也可能是你希望你能够用自己的大爱对这个社会、对这个地球有所贡献。你想要做一些对人类、动物或者是环境有帮助的事情。好，那关于你的性格跟处事方式，我会来讲几个点，可能不是全部都符合，而且因为是牌面看到什么我就讲什么，所以也许会比较杂乱，大家就斟酌着听。我感觉会选到第二组的同学是水象星座居多，或者星盘里面比较重要的星座会是水象、天蝎、巨蟹、双鱼。整体看起来，你的性格会有一些有趣的矛盾点。虽然好像很柔软，但是常常感到孤独。你心里很渴望，但是容易退缩。你虽然是成熟了，可能年纪上是成熟了，但是迷惘却还是居多。你给人的印象可能是温暖稳重，值得依靠，但是你的内心却觉得自己其实无法依靠，会有点像是在迷雾中行走。你会一直思考自己真正的方向跟目的是什么。你最大的担忧应该是你没有办法在人生之中的每个需要抉择的时刻做出对你自己最好的决定。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下你的优缺点哦。你有一种天生的包容跟滋养的气质，你懂得照顾他人，然后你心中有柔软、善意跟细腻的情感，你容易同理别人，你也能够为身边的人提供建议跟支持。如果还是年轻的同学就是30以下吧，有时候会因为这样而过度的使用自己的能量，会造成心理的负担跟疲倦。年纪稍微大一点的同学呢，你的善良是在生活经验之中慢慢长出来的。你看似温和，但是你的内心有不少防备跟累积的伤痕。你在生命的过程之中学会警醒，学会保护自己。你会学会在不伤害自己的情况下去包容或帮助别人。那当别人踩到你的底线时，你也可以从涓涓的细流变成海浪，你去击退，然后洗刷别人的恶意，这样子。你的直觉很敏锐，但是你很害怕犯错，所以你会常常怀疑自己，会反复的确认判断，担心自己的判断失准。有的时候甚至是常常会在犹豫之中错失良机哦。你想要信任人，可是你之前也许信任之后付出太多就受到伤害，所以你经常在付出跟收敛之中徘徊不定。你有可能有的时候抓得太紧，有的时候却又会是别人眼中的逃避型。情感上你其实非常的真诚跟干净，你会渴望深度的连接、深度的谈话。有部分的同学可能符合智性恋的标准。你对伴侣跟朋友有一定程度的标准跟筛选，就是说你很在乎两人的气味相投不相投这样子。部分的你们有文艺青年的气质跟内在的修养。你喜欢阅读艺术，你会到新的城市去旅行，然后第一个会选择新的博物馆对不起，先去博物馆第二组你们是 I 人居多，你喜欢独处，喜欢想事情，
你不习惯说在生活之中依赖他人，如果没有跟你们长期接触，你可能会觉得你很深沉，难以看透，就是带有神秘感啦。那长期跟你们接触之后，也许会发现你们的不安全感很深。这边有一点点处女座的能量哦，远看跟近看仿佛是两个不同的人哦。乍看之下，你的独立跟聪明会很令人欣赏跟向往，靠近之后才知道你有非常多的自我怀疑。不管在感情上、工作上，你常常觉得你是不是不够好，是不是会做错，是不是会被拒绝哦？那也会有所谓的 imposter syndrome， 就是冒名顶替症候群，觉得你其实并不值得你现在达成的地位跟成就。这很有可能来自于你慕强的性格。慕强就是容易倾羡跟羡慕比你有能力的人，比你有钱的人，在你心仪的赛道上比你跑得前面的人，你会因为太常看着前面的跑者而自惭形秽。有小部分的同学可能想要摆脱这种自我价值受损不足的感觉，你反而会变成一个经常性想要寻求优越感的人。在你的外在，在你的工作成就、学业成就，你常常会希望能够把别人比下去，不管是前者还是后者，其实都是匮乏的表现哦。这边我不是有意要批评部分第二组的同学哦，只是希望说，如果你感觉你有符合这个想法，那我点出来提醒你一下，过与不及都不是最令人舒服的生存方式哦。那有少部分的同学，你的匮乏是来自于童年时被忽略的感受，有可能会有父母离异的状况，或者你是钥匙儿童啊，不被偏心的孩子之类的，所以这种一切必须靠自己这样的理念，可能会刻在你的骨子之中，塑造了你对亲密关系跟安全感的需求，同时又逃避。如同我刚刚所说，你外在呈现的形象其实比内心更强，不过这种稳定更像是一种你必须要撑住这样子的一个理念哦。有句话说得好 ，fake it till you make it， 装久了就会变成真的。如果你已经步入了轻熟的时期到达了中年，你可能已经达成了稳重、自持、有原则像是一个真正的大人了。可能你已经走过黑暗，理解黑暗，成为黑暗没有啦，就是跟黑暗和解啦。当你养好自己内心的创伤，然后摆脱了某些自怨自艾的情绪，你的灵魂会被淬炼出独特性。你有自己一套符合你生存价值的生存方式的价值观，你也会按照你相信的来生活。整体来说，你内心真正渴求的是，有人可以看到你柔软的部分，而不想着利用你；有人可以理解你复杂的深度，不会害怕靠近。OK， 好，那如果上面讲的一半以上，你觉得有符合，就可以继续往下听。如果越听越觉得好像不是在说你，那可能就不是在说你，可以考虑听听看别的组别。接下来我们先来过一下你这个右上半部的12张塔罗牌，要来帮你看流月的运势。第一排你抽到的是皇后牌、权杖9、月亮逆位、圣杯1、隐士牌跟魔术师的逆位。第二排你抽到的是恶魔的逆位、圣杯9、皇帝牌、钱币5、权杖2的逆位跟教皇牌的逆位。这边看到比较明显的星座是金牛座、巨蟹、双鱼、处女、双子、摩羯跟牡羊。星座只是让大家参考一下哦。好，我们先讲整体能量。这组同学，你在2026的收获是比较全面的，各种方向好像都有一点。你在验证牌抽到的圣杯时如果我讲的跟你的期望有对应，我觉得可能是在2026年底之后才会达成。很有趣的是，你这边抽到的是圣杯1跟圣杯9，加起来就是10，这可能会是你达成圣杯10的一个途径，先成就自己，再成就两人。
好，我们等一下可能在提到的时候再多讲一些。除了财运看起来财运可能是你比较需要令人担心的部分之外，工作、学业、感情运都是比较正面的。比较值得注意的还是你内心的纠结跟小剧场有可能会造成的问题这样子。好，接下来我们来做这个流月的运势预测。我会用12张的主牌去对应12个月呢，每个月跟你说明你可能会经历的事情跟情绪。那讲完流月之后，我会用3件好事跟3个提醒，以及这个好事跟提醒发生的时间点来帮你总结2026的这一年1月你抽到皇后牌第一张就抽到皇后牌，我觉得第2组同学不管你2025经历了什么，1月份应该都有蛮多值得期待的好事，可能已经计划出去玩，或者你拿到年终打算好好犒赏自己。皇后的能量就是柔软跟丰盛，这个月可能因为你心情好，看什么事情都特别可爱。皇后牌也是生命的开始的象征，所以有部分同学如果符合刚刚验证牌说的想要小朋友，那皇后牌也是直接对应你的期望的一张牌可能就是非常适合备孕的时期或1月就会发现自己或你的伴侣怀孕了那或者说刚刚说准备备孕的人呢，1月开始努力做人呢，就很快就会有好消息。除了实质上怀孕，那这边的皇后也可能是象征性的孕育。如果你有一些新的计划开始进行，或者和某人的关系开始升温，你感觉到被宠爱，或者说你突然很想开始布置家里，重新装潢添置家具，或者开始烹饪，就是所有你的想要让生活多一些美感及舒适感的念头都非常值得去做。这个月你可能也更容易得到他人的照顾跟另眼相看可能你耍个赖就会有人来帮你，你的任性都会被身边的人包容。你可能会被朋友请吃饭，你会被伴侣特别的关心，给你惊喜或者在工作上受到很温柔的支持，比如同事帮你分担工作，主管给你一些肯定跟打气，你会深刻的感受到你的重要性，很多人都很在乎你。皇后牌它也代表说你的内心丰盛，你懂得施予他人温暖，你可以给你的朋友最棒的情绪价值，或者在群体之中为他人带来安定感。这张牌它也代表物质上面的丰盛，所以你可能会收到昂贵的礼物，或者你自己决定要买一些名牌包包名牌的小家电或者一台新手机，甚至一台新车给自己就宠爱自己了。虽然物质是身外之物，但不得不说，买到喜欢的珍贵的东西，会让你的心情在好一段时间之内都保持高昂。2月份你抽到的是权杖9，突然的出现权杖9，我先说一个可能不是大部分的人会对应的消息，就是如果你1月份花的钱超过你的所得，那2月的权杖9就是还信用卡债很痛苦的意思所以千万不要让皇后牌的丰盛变成过度消费的借口 OK。好，那对于大部分的同学来说，2月可能会发生某件事情，让你感觉错愕，感觉你好像被什么东西戳了一下。1月那种被照顾、被爱的感觉会变得有一点消散你可能会有点担心自己期望的事情到底会不会发生。举例来说，可能你跟一个对象开始暧昧，那1月的时候，一开始的时候如沐春风，结果过了1个月，对方突然搞消失，会让你开始紧张，开始怀疑自己，开始怀疑度过的时间是不是都你自己在幻想。那再举一个例子，就是可能你1月计划要跟朋友出国，都已经讲好去哪里，也做了功课，2个人还见面碰面聊了很多，结果对方一直不给你明确的时间，那你就会很烦躁。总之权杖9在这边可能因为发生某件事情稍微的触碰到你的底线或者你的旧伤口，让你烦躁之余进入了戒备跟悲观的状态。
可能是人际关系里面别人一句无心的话，或一个突然冷淡的态度，让你会瞬间的退缩。你表面上装没事，可是你心里却有一种好，那我现在随时会撤退，因为我不想受伤。这张9号牌代表说你经历过一些事情，让你有韧性跟坚韧的那个韧性跟经验。但另一方面也可能是说，你以为你看到一些坏兆头，那就会把自己封闭起来。所以这个月重要的课题是去辨认说，哪一些是真正的威胁，哪一些是过去的阴影束缚住你。第3张就是第3月抽到的是月亮牌的逆位，这个象征着让你曾经不安、猜测、反复去想的事情，会慢慢呈现出真实的样子。2月的时候，让你觉得烦闷、猜不透的人或事，现在慢慢看清楚了。你可能终于理解某个人的行为背后，可能不是你想象的冷漠不在乎，而是他自己的压力，或者你一直怀疑某段关系有问题，结果真的有问题。也可能你在工作之中，朋友群体之中看清某个人的真面目，可能在背后弄你，或者他其实并不可靠。月亮的逆位不代表说你的坏情绪一定会被清除，有的时候它是给你一个痛快，让你领悟，才能让你有因应的手段来让事情推进。月亮的逆位也会让你的直觉变得很敏锐，甚至会在事情发生之前就隐约的感觉到。这个月你要不然是意识到自己容易被恐惧误导，就是你意识到你的直觉其实救了你，所以曾经困扰你的迷雾会散开可是真相一定是有情绪的，有一些让你松一口气，有些会让你心里刺痛。所以这个月如果发生什么激发了你负面情绪的事情，请记得这个是为了让你看得更清楚，让你对自己跟他人诚实的月份。4月你迎来的是圣杯1的能量感觉应该会发生一些令你心里暖暖的，好像被注入一股清新的水流的感觉，你会觉得被洗涤，可以敞开，你能够再一次的相信美好。这张牌通常是象征情感的开始，不管是新的关系、新的友情，或者说之前跟人家有不愉快，情感上破裂，跟朋友吵架，旧的连结摇摇欲坠，那现在可以重新被修复。这些事情都有可能在4月的时候发生。这张牌它最常出现的还是遇到新的对象的时候，你可能会遇到一个让你感觉到舒服、安全、愿意聊天的人。所以正在寻找新恋情的同学，你可以利用这个月多出去走走，认识别人，可能有可以发展的对象。圣杯1也有可能在讲暗恋，比如说你突然被一位已经认识有一段时间的人吸引，可能你突然有一个机会跟对方深入的相处比如公司同事专案分到同组，同学朋友聚餐，你感觉说这个人他处理某件事情扛起责任的样子，侃侃而谈的样子，照顾人的样子都很吸引人。或者跟对方聊天时感觉到频率对上你被理解了，那就会在这些小事情之中对对方生出好感。那如果是日常生活之中，圣杯1它也代表说你会感受到更多人跟人之间相处的温度有人主动关心你，记得你的生日，为了小事情跟你道谢邀请你参加活动，那都会让你的心跟情绪变得柔软，让你自己也更愿意去表达。在这边我也鼓励说，在这个月你可以去表达你内心本来难以启齿的情感试着对重要的人说我想你，我在乎你真的很谢谢你之类的话，这个会让你带来记忆深刻的时刻。这个月是春暖花开的时候，你的心灵也会跟着一起绽放。好，5月的时候你抽到的是隐士牌，
这个月整体节奏会慢下来，可能没有太多特别的事情会发生，是持平持稳的一个月。可能世界自己变得安静，变得平淡，那也有可能说你就是想要待在你舒适的空间之中，或者说你有一种想要跟自己说话的内在呼唤。我有的时候抽到这张牌，会反省说，我是不是最近刷了太多短影音，需要看看书，平衡一下大脑的节奏。有可能这个也会是你的想法，会感觉到一股对于沉静，对于 me time， 就是和自己相处的需求。有可能你会突然想要整理家里，想要读一本买了很久没有看的书，或者想要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去散步，或者你会想要花心思照顾阳台的植物，开始拼一个3000片的拼图就没有什么目的，是对于沉淀思绪的一种需求。这个月你也可能因为看了某本书、某支纪录片，然后开始做一些对人生本质的思考。为什么你生而为人？什么是你真正想要的生活？对于你来说，这个月就是用空间距离来换取清晰感。除此之外，隐士也可能代表有一位有智慧的人给了你指引，可能是导师、年长的人、值得信任的朋友，他们会跟你有一场对话，给你实质上的对于学业、工作、个人成长的建议，或者说对于你曾经有的迷惘的指引，那帮助你去做一个更深度的整合。好，6月的你可能会有的状态，因为你这边抽到的是魔术师的逆位，所以你有可能会莫名其妙的对自己失去信心这个就很符合我在验证牌的时候说的，你的个性就有的时候情绪会来跟你搏斗可能说你明明外在的表现可以别人看着你都觉得你表现并不差，你甚至受人称赞，但你很容易觉得我是不是哪里不够好，说的不对，或者你怎么努力都没有实质的回报。这种不安可能是来自于你不间断的自我批评跟反思我先说，自我批评跟反思没有不好，甚至很多人是做的不够的，但是你的状况有可能是做的太多，所以这些不安它其实没有理性的基础，很多小事情都会让你想太多。比如说你会在提交报告之前，因为别人的一个皱眉头，你觉得天哪，是不是我所有的内容都是垃圾或者说你在开会之中课堂之中举手发言，讲你当下想讲的，那大家的反应可能很冷淡，结果就会是你花了一整天去反复的回想，你是不是讲错了什么，是不是得罪了谁，或者你暧昧中交往中的对象最近常常晚了一些回讯可能跟一开始的时候的秒回不一样，那你就会过度解读。这些都是魔术师逆位常见的心理陷阱，让你怀疑自己的能力，把你所有的创造力都拿来帮自己创造出一面映照出恐惧的镜子。其实你这个时候需要旁人更有力的去支持或者说更确定的被人家赏识、重用或被爱的感觉。但我必须诚实的说，他人没有义务去填补另外一个人心里的空缺。所以如果这个月你真的出现想要急着证明自己，或者很想要抓住别人的肯定跟爱，却好像把别人越推越远，那你必须要去正视你心里的负面声音。这些声音它不是事实，而是你的心魔，你的能力还在，价值也没有消失。好，7月你抽到的是恶魔牌的逆位上一组也有抽到这张逆位我看到恶魔牌逆位都会觉得是好事。那这边的恶魔牌逆位也衔接了你接下来8月9月开启的好运。恶魔牌它是暗黑的恋人牌，他们的韦特塔罗的构图是一样的，但是是截然不同的状态。两者的差别在于说原本的好事会因为生而为人的人性跟欲望而过度执着成为了枷锁，它也会让人没有办法去享受好处，只能够内耗。
所以恶魔牌的逆位是好事，是一种松开锁链的象征。过去几个月你可能一直反复被困住在一样的地方，这个月你终于有勇气放手。可能某天你顿悟就是你不想再耗时间精力在不在乎你的人事物上了，所以你可能会放下一段不健康的互动关系，你也不会再因为内疚去承担别人的情绪。恶魔逆位也可能是你戒掉一个坏习惯，比如抽烟、喝酒、熬夜，会让你的健康跟情绪都慢慢恢复。生活上你可能会进行断舍离、大扫除，丢掉不再适合你的衣物配件，或者你会退出某一个让你觉得压力很大的群组。总之你不会再去强迫自己符合某种期待，所以7月的你会像是卸下一个很重的重担，感觉到前所未有的轻盈。这边还看到一个可能性，如果你现在在的工作职位赚的还不错，就是钱还蛮多的，可是你却觉得整体来说对你来说压力很大，在这个月你是有机会去放下原本优渥的职位，你想要有一个更平衡的生活方式，这样子的顿悟。好，8月的时候你迎来的是圣杯9，和刚刚的圣杯1结合，就是你的圣杯10。这个月一定会发生让你心情很好的事情。这张牌象征的广泛意义就是心愿会逐步的实现，情绪会被满足，你会被好好的看见，好好的对待。你终于知道理解你值得拥有好事，你也准备好迎接这些好事。之前你遇到的圣杯1，不管是感情上还是人际上的温暖，圣杯9都可能是这件事情的延续。8月的你可能会因为某件努力已久的事情出现成果而感到满足，比如说收到录取通知，被主管肯定加薪，或者通过一个重要的审核，拿到签证等等的。人际跟感情之中，某一个你在意暗恋的人终于对你释放出好感，以真心回应你，邀请你约会，或者展现一些比较诚恳的行动，会让你感觉到被重视或珍惜。这个月如果你还是单身，也会是你特别容易被注意的时刻，你的魅力自然的显现，你不用刻意就可以让别人看到你。圣杯9还象征了一个你终于松了一口气的状态。这个月因为好事，小的好事大的好事一件接一件，或者你特别能够感觉到小确幸，你甚至计划一个人的小旅行，那这个焦虑感因为降低了，它也会让你觉得说，你不需要再证明一些什么，你会单纯的去享受生命中的好事，纯粹的快乐啦，这样子。9月的时候，你这边抽到的是皇帝牌。9月份的你达到今年的高峰。皇帝的能量象征的是秩序、界限、主导权。如果这一年之前你的重点放在自我实现的冲刺，这个月你会获得一个非常清楚的证明。你可能会被委以重任，或需要开始管理他人，比如被指派带新人、主导会议、制定流程等等。范围缩小的话，会是你开始建立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的这个时刻，这个开端。你可能会开始规划财务，制定存款的计划，整理账务，准备买房子，就是你会愿意为自己建立一个更稳定的结构。最少你也会开始注意你的生活规律，开始固定的运动，早睡早起，做饮食管理等等。这张牌它也可能象征一位带来稳定感的男性或者权威角色出现在你身边。比如说一个值得信任的主管愿意提拔你，给你机会，或者一位成熟可靠的对象对你展现出支持跟保护，一位家人或导师给你建议，提供你第一张出现的皇后牌这一年如果你能够多多的去延续这个皇后的能量，代表你能够遇到一位皇帝的几率也更大。抽到这样一对神圣伴侣如果你期望一份稳定长期的关系，2026年应该可以遇到这样的对象。
尤其你有圣杯1、圣杯9，有一部分的同学，小部分的同学可能会从万年单身一下跳到谈婚论嫁假设你期望的话啦。总之呢，感情生活在这个月有很大一个几率有一个大飞跃，工作事业也是啦。好，10月的时候感情上开出红盘啊，经济上就受到打击。10月你抽到的是钱币5钱币5最直观的就是突然你的钱包变得非常的单薄。如果你真的在9月的时候跟某个人稳定的发展，尤其如果你是男生交了女朋友，那花出去的钱一下就变多，是非常正常的。其实我交男朋友的时候也是钱花的比较凶因为想出去玩嘛，然后出去吃东西或者是买礼物给对方惊喜等等，都会比单身的时候要来的花钱。总之第2组的同学在这个月要小心可能因为之前过得太开心花钱有一点大手大脚，这个月还债就会觉得账户里好像冷飕飕这样子那如果这个不是在讲你经济上突然有一点拮据，存款被挖了一个大洞，那也许这张牌在讲说你这个月的心情会觉得有一点被人家排除在外，会觉得有一点孤单或被否定。也许这个月会发生一些事情，比如说一群人表达意见，你是那个唯一持有不同意见的人，或者你被误会，朋友之中找不到真心站你这边的，所以你会觉得好像没有人懂你，即使大家没有恶意，但是你却容易落入那个过于敏感的状态，你会被小细节牵动，被困住。最后钱币5的出现也要提醒你注意健康状态，跟我一样已经步入中年的朋友可以在这个月安排一下例行的健康检查，可能会有一些小问题可以及早发现并解决。钱币5这张牌并不是很严重的，可能你真的感到孤单低潮，但它不是现实的全貌。这张牌它的图像里面是有2个人在天寒地冻之中行走，一个是你，一个是仍然愿意支持陪伴你的人或人们。所以如果你允许自己被看见被帮助，会有人或有资源让你比想象之中更快走出低潮。11月的你是权杖2的逆位好像走到上坡路，走到一半停下来，原本在前几个月建立的计划愿景方向突然遇到停滞期，可能是你内在的动力被按下暂停键，也可能是你原本觉得正确的决定突然看起来好像不是很正确。权杖2的逆位常常代表着说怀疑自己是不是选错路这个样子，所以你会变得犹豫，你不敢再往前跨那一步，你可能会对原本正在做的事情失去了决心，你可能不想再照着原本的专案计划，或者说你本来在找更好的机会，突然觉得犹豫，真的要找吗？还是留在这边比较好？或者某段关系需要你做一些事情去推进，结果你做不出决定，开始感到迷惘，甚至想要逃避。这种状态好像是说你的直觉确实在告诉你一些事情，希望你停下来想一想。因为权杖2的逆位回到了权杖1，其实更像是说让你去审视你开始做这件事情的动机，你当初想要推进的热情到底是来自于哪里。比如可能你之前的圣杯1代表说你申请了某一个国外的工作，然后圣杯9代表说你拿到了这个工作机会，结果现在权杖2逆位，所以你在想说你真的要离开自己的国家吗？你确定自己不会因为孤单而觉得抑郁吗？所以你会因为自己的不安而暂时收敛热情。那这张牌就是在提醒你说，如果你11月出现了这样子的犹豫不决，你退回来一点点没有关系，我们回到原点，重新去校准完了之后，你的动力跟动机才会恢复清晰，你才能够没有遗憾的往前走。好，12月的时候出现的是教皇牌的逆位，你好像抛下了一些东西7月的恶魔牌逆位教皇的逆位在这边更像是一个深层的去规则化跟自我解放。
从你的牌面跟验证部分，我说了，你其实太常在意别人的想法，会经常用别人的眼光来审视自己，遵循外界给你的标准，或你努力想要成为某一种人家认同的样子，或你看起来更想要适合去融入某些群体。但今年的年底，可能是因为你自己耕耘上有了成就，可能你在感情上有依归，所以你对你这个人会更有自信，你会更愿意去做自己。你明白说那些规则不见得真正的适合你，迎合别人也对你没有任何好处。所以具体来说，可能你会开始拒绝一些长期以来你觉得不能说 no 的责任，比如家庭习惯的某种义务，或者职场里面不合理的一些文化，或者谈不上好朋友的一些情绪勒索等等。可能你经过权杖二逆位的回到重点，重新校正，你更确立了自己的喜好和心意。也许你会想要换一个更自由的方向，或者选择结束一段不符合心意的关系。旁人看起来，你可能会在这个月做出一个非常不像你的决定，但只有你知道，这才是真正的你。你不伪装，不压抑，把需求拿到台面上，跟别人讲清楚。感情上，你可能不再会去选择维持表面的和平，或者为了给对方面子而委曲求全。你会希望关系可以更真诚，更符合你的价值。所以这边看起来，12月的你正在进入一个更成熟、更自主的版本。虽然我觉得这张教皇牌的逆位，我感觉是正面的意思，但我还是要提醒大家，逆位当然有其负面的提醒12月你可能要去注意某些事情是不是失控了，是不是失序了，你尽量要遵守事缓则圆的原则。如果有需要跟比你高阶的人谈话，你要注意一下自己的态度跟表现OK，好，接下来我们用时间点来总结会发生的3件好事的时间点，好运的时机，还有3个需要提醒的时间点，我很快的把它说过去。好，第一个好的时机是4月跟8月的圣杯1跟圣杯9。这边你的情感跟关系会出现实质性的改善跟温暖，你也会觉得好像自己做什么都有人有神帮助你你会获得你渴望的理解，被喜欢被看见的感受。第二个时间点是7月，7月是恶魔的逆位，你可以摆脱长期内在的束缚跟自我怀疑，你会松掉一个压了很久的心结，这个是一个重大的解放会影响你日后的自信。9月的时候，皇帝牌，生活的结构变得更稳固，你会建立一个让你觉得安心的制度，金钱、工作、规律或情感的界限，所以你的人生可能可以不要再那么飘，或者是情绪上起起伏伏。好，3个需要提醒的时间点第一个是2月跟10月分别对应到的是权杖9以及钱币5这一年你会因为敏感而错误解读别人的行为，所以你试着不要把别人的沉默当成是对你的否定，你要确认事实再做反应。第二个时间点是6月的时候，也许魔术师的逆位可能会让你觉得你无能不值得那个都是情绪不是现实，所以暂时性的心理阴影请你学着自己摆脱。第3个时间点11月的时候，权杖2的逆位，你如果必须要做什么重大决定却觉得迷惘，那不要急着做这个月适合观察，不适合做重要的承诺 OK。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你左下角的3张 Keepers card， 其实都蛮不错的我们把它稍微解读一下。首先第一张你抽到的是 A Rich Man， 有钱的男性，富有的好绅士。这可能是对应你生命中的某个人，或者是你自己正在长成的样子。如果他是你现实中能够遇到的人物，那他的特征是年轻、聪明、有企图心，
具吸引力，他可能很擅长金钱或资源的运作，他可能是富二代哈。那这个人他也可能是象征，就这张牌，它可能也是象征你内在正在苏醒的能量，你不容易再顺着情绪走，而开始接地气愿意规划未来，提升你的专业，为你自己负责。对应到你的圣杯一，它也可能会是你在情感上会吸引到会给你照顾跟实质支持的人的迹象。对方可能比你外向，为你带来一些新的动力。这张牌它也有狮子座的能量有影响力，充满活力。那有可能他是一个实习生，或者说基层的管理人员。如果他不是感情上的对象，也有可能他会成为你的好友、好同事，给你带来提升的助力。他的野心也会影响你，让你想要追求更好的生活。第二张你抽到的是 lot of money， 大量的金钱。这张牌它绝对代表着某些丰盛跟获得，它对应到你一年之中的关键转折，尤其是圣杯9跟皇帝这2张牌的8、9月份。你不再只有情感层面的收获，你会有物质资源或者是机会流入你的生活。它最常象征的是收入的提升，或进账的补贴，投资的机会，或就是升职加薪了。这张牌它被称为丰饶之牌，那它也有一个把你遇到的事情放大的能量。这一年你的努力会获得成倍的回报那也有可能是情感上的丰盛，你可能会遇到一位慷慨的伴侣，就刚刚的那个就是富有的好绅士有人会愿意为你付出那这边虽然讲的都很棒，但我还是要提醒大家需要注意的事情，因为你连续抽到2张有金钱能量的牌卡，但是你的主牌面抽到的却是一张钱币5，而且没有别的钱，让我感觉你金钱上面非常就是永远不虞匮乏的感觉。所以这边我会希望你一定要小心不要赚的越多花的越多。还有一个就是千万不要因为贪心然后踏入被诈骗的陷阱。OK， 虽然几率很小，但是我也看到就是情感诈骗这件事情一定要小心。好，第3张牌你出现的是 High Honors， 这张牌只要你是在追求高等教育的人，应该都会抽到，都会很高兴它除了那个教育方面的提升，拿到学位之类的，它也是最吉祥的牌之一，算是你今年的灵魂主题，被看见、被肯定、被承认我好像重复说了非常的多次。这张牌它预示了升职、考试通过、资格的取得、学位或证照的完成、专业地位的提升，或者你社会地位的提升。你在团体、家庭或社群之中会被公开的肯定。这张牌来说，你会是大众的宠儿。如果你今天有经营一些社群、经营频道，有可能在这段时间之内，你会有一个贴文或者是一个影片红火，这样子给你一些金钱上的助力。那你很有可能会找到这样的一条通往名望跟财富的道路，也或者说 High Honor 它可以是更高阶级的人来拉你一把，让你能够获得大家的掌声。这张牌它暗示秋天会是一个关键的时期，可以收获结案成果会显现。这张牌它跟你的这个皇帝牌跟教皇牌也遥遥的呼应，就是你会吸引跟你频率相合的贵人跟资源。好的，那我们来看一下右下角的5张茶叶卡，我就很快的把它带过去。第1张你抽到的是啤酒杯tankard celebration fun 跟 enjoyment 是吗？有字有点小这边是娱乐庆祝跟享受等等的意思有点像圣杯3，你跟你的1月的皇后有所对应，你可能会计划了跟朋友出去玩一个小旅行，会让你有一种心很轻盈的感受。第2张出现的是 purse包包，女生的小包包。 Pay attention to your finance， 小心你的财务状况主牌出现钱币5，然后后面出现了
就是很钱的意思啦，钱的意思。所以牌都说了很多次了，那真的是一定要对你的财务状况很小心，好吗？我看到进账，我也看到流出，我没有看到留下。好，第3张牌是 bowl 应该发音没错吧？这是一个碗的意思哦。他说 plenty of material things 很多物质上的东西，对应你的皇后跟圣杯9，还有 lot of money 很多钱哦。所以我觉得好像会有购物很多停不下来的感觉哦。如果说你的财务上面有计算 OK， 那买很多东西没有问题，宠爱自己没有问题，那就是要小心不要入不敷出。第4张牌是 throne 皇座position of authority 有权力的位置，对应皇后皇帝那可能是你会被推上去，也可能是上位的人对你近期的未来会产生很大的影响。第5张牌 July 7月恶魔的逆位是你需要注意的时机恶魔逆位真的可大可小，可是如果他这边又提醒了你一次，那你就特别注意一下7月也要注意前面6月左右，就是什么事情会导致7月的恶魔逆会发生 OK。 好，接下来最后我们讲一下你那个选牌的时候选到的这张星光女神卡是水星 Mercury。 好我把它稍微念一下就是讲一下，跟你的牌面做一个对应。好，他说我聪明灵活又正直，是传递宇宙讯息最好的使者。他说对你而言，这一年是一段把心说清楚，把想法说出来的旅程你的年度能量呈现出一个高度敏感、热情在意他人感受的特质。你常常选择把话留在心里，把情绪默默的消化。那水星女神出现在这边就是提醒你，今年的关键是清晰的表达。2月时你的防备，3月时的真相浮现，还有6月的自我怀疑，都和想太多说太少的模式有关。你的思绪一直打转，却没有转化成有效的沟通。不要在脑海里一直重复播放担忧跟假设，而是把它梳理成清楚的语言，跟需要听见的人沟通。水星女神象征心跟喉轮的对齐，你的话语只有在发自内心时才有真正的力量这一年圣杯1的情感回流，皇后的滋养能量，圣杯9的满足，都告诉你说关系正在成长，准备进入更深的层次。这个时候需要诚实的交流，你要学会在温柔之中加入边界，说出你的需求，也体会对方的需求。同时这张牌它也对应你在工作跟人生规划上的转变。皇帝跟教皇逆位带来的是重建结构，摆脱旧框架，突破的钥匙恰恰就是沟通。你可以试着用书写、教学、分享录影片，把你的想法传递出去。你不用再怀疑自己是不是够好，水星女神告诉你，你本来就具备着理解他人、表达自己的能力。你愿意相信，那这个就会回复，这个能量就会回复流动。OK， 那第2组同学，你的2026的解牌就到这边为止啦，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也祝大家新年快乐，希望每位同学都能够有美好丰盛的2026。那感谢大家的聆听，我们就下次再见啦，拜拜。Hello， 抽到第3组的同学们，大家好，你们的代表小物是左上角的这一只乐高自由女神。首先我们先来看验证的部分今天的验证牌只有抽1张牌，我们会先从这张牌来看看第3组的同学，你们对2026年最大的期望。接下来我们会从整个牌面给我的感觉就是从你们遇到事情可能的反应，反过来去分析你的性格和你的处事方式。好的，那你们对于2026最大的期望，这边抽到的是宝剑骑士。宝剑骑士在这边代表着你们对新的一年抱持着速度、突破、行动力跟决心的期望。
可能之前很多事情停滞很久，那你希望有一个快速雷厉风行的改变。宝剑骑士的能量是不会轻易停下来的，绝对不会拖延的。可能是你希望自己更果断勇敢的往前冲，对应到你的生活，可能你即将面对一个节奏更快的工作环境，或者说你刚升上管理职，你希望自己能够做出明确的决定，少犹豫。那也可能你会想要培养投资理财的知识，在关键的时候勇于出手或者说这张牌是你想要改善自己原本的一些个性的问题啊，你希望用明确的行动来切割复杂或者拖延已久的问题。最直观的就是改善拖延症，或者说你想要就是快刀斩乱麻，和不适合的人事物说再见，或者你希望你可以专注于事业学业的目标。有可能你在今年打算参加考试申请学校，那会有一些跨地区的移动等等等。那你希望你自己可以下定决心，不会被情绪或者是他人的杂音所干扰。宝剑骑士它也是一种想要为自己争取的象征，你会希望提升思考跟沟通的敏捷度，你会想要更有效的表达自己的想法，争取应该要有的权益。如果说你今天要参加竞争、竞试之类的，你会希望有足够的勇气跟野心去面对。简单来说就是一种冲追求个人成就的能量。OK， 这个是你对2026的期望的一个大概的说明。接下来关于你的性格跟处事方式，我会讲几个点可能不是全部都符合，而且因为我牌面看到什么我就讲什么，如果比较杂乱的话，就麻烦同学斟酌着听。我首先感觉可能有一些想要选第2组的同学选到了第3组，有可能你在小物之间犹豫不定你可能一开始觉得尖叫鸡实在太好笑了，后来又觉得乐高很可爱。如果你是这样子，代表说你喜欢特别的事物，反映在你自己的身上，你可能也期许期许自己有一个特别的灵魂，所以你有可能会在某些时刻因为感觉到自己的平凡而觉得沮丧。第2组跟第3组同学有一个类似的地方，就是存在于自身的矛盾感。外人看你，不熟的人看你，熟的人看你，亲近的人看你，都可能会看出不同的感觉。2组差异可能是第2组的同学情绪更丰富，那会因为自己想的太多陷入低潮。第3组的同学则是思考更多思考带来的情绪也可以借由思考去消化掉。简单来说，第3组同学可能是一个理性的悲观主义者，所以如果有同学想要同时听这2组的话，差异大概就会在这边。第3组同学的性格像是一个极度敏锐、矛盾、反复思考，但是关键时刻你是可以有所突破的人。如果你有拖延症，可能不完全是因为懒惰所带来的，可能会有一点点像是 ADHD 之类的症状。有时间压力的时候比较会有专注力跟创造力，平常好像懒懒的，但是脑袋是一直在动的。这边风向的能量我感觉到比较强，你的直觉洞察力都很出色，可能是一个人类观察家，你可以一眼就看透别人心的细微变化，你也可以本能的去察觉事情背后不对劲的地方。对于他人的事情跟动机，你通常看得很透彻，但如果你自己是当事人的话，可能就容易迷惘，你可能就会处在一个想要前进，但是却又绑住自己的内在循环。那这个也可以说明为什么宝剑骑士会是你对自己的期望宝剑代表头脑的转动、思考跟评估，一般可能说我想好了、决定了就会往前走，那你可能会是想好了又想说那如果这样事情发展往另外一条方向发展怎么办？这样做潜在风险是什么？所以你会自己批判自己的思考跟决定，所以又互相抵消了，就留在原地。像你们这样的人很难完全放松你可能就是那种不知道发呆是什么的人，你的脑袋总是在想各式各样不同的事情。你还有一个矛盾，就是你在人群中的时候想要独处，但是独处的时候又因为你容易掉到内心的迷宫里，你会想要有人陪伴。还有
如果周遭一片混乱的时候，你会很冷静；但是如果周遭很平淡的时候，你就会有点混乱。那在你各种矛盾之中啊，有一个令人比较意外的核心特质，就是你有强韧的生命力、创造力。你在困境之中可以靠自己的力量站起来，还能够拉别人一把的。卡住的状态对别人来说是枷锁，但对你来说可能是机会。你会在混乱之中更容易找到重建秩序的方式哦。逆境会逼出你的真能力。如果说你被丢到异世界，或者是说像那种经济之国的闯关者的主角，很可能你就会变成带领大家突破的人。你这种在被动之中藏着巨大力量的性格，让你的人生轨迹可能跟一般人不太一样。一般我们就是正常的顺着各个阶段去生活，那你可能会有一个停滞期，然后爆发期，然后接下来又休眠期，接下来就进入一个新的循环。有些同学部分同学可能从事过好几个毫无相关的工作，或者说有几种完全不搭嘎的兴趣，有那种好像用自己的一次人生活出好几个版本的自己这样的能量。最后还有一个可能的性格特征，就是第三组同学，你在工作或生活中，你应该是需要成就感多过于钱财，钱财次要。同样的薪水，一个朴实无华的职位跟一份有挑战性的工作，你可能会选择后者。因为呢，你的心思像是精密的仪器，你可以捕捉别人看不到的讯号跟细节，你需要去看到问题，指出问题，解决问题，你才比较能够去确认你的价值，然后确认说你的思考是没有问题的。那就会让你不停运作的脑袋有一些地方可以发泄能量。所以如果不需要你动太多脑筋的事情，你可能是不屑去做的。好，那如果以上讲的一半以上你觉得有符合，那就可以继续听。如果越听越不像在说你，那就不是在说你，可以考虑听看看别的组别。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你的12张主牌。前面的6张牌是女祭司、宝剑侍从的逆位、正义的逆位、宝剑4的逆位、隐士的逆位跟权杖9。下面6张分别是节制牌的逆位、皇后、吊人牌、钱币1、命运之轮跟权杖骑士。好，这边比较明确的星座出现的有双鱼座、天秤座、处女座、射手座、金牛座跟水瓶座。比较次要的还有天蝎跟狮子我们先从整体能量开始说。听我念牌的时候，你就感觉到上半年几乎都是逆位的，然后下半年才开始好像比较顺，所以这一年对第三组的同学来说，确实是倒吃甘蔗的一年。也许有一些同学，你2025年其实已经过得比较动荡了，那你现在听到说还有更多甘蔗要倒着吃，你可能会很不爽我只能说只要能撑过7月，那前景会令你惊喜。那如果你觉得太长，听听看我从1到6月对你的提醒，也许你能够去加快这个时间轴。前半年到夏天开始这段时间，可能会充满着困惑跟停滞可能是你还在处理消化上一年的余毒这些余毒还在持续的影响你的生活，也或者就是你一直在等待一个提升的机会7月之后你才可能会有比较多的这种良机来临，比较可能会遇见温暖的支持，有人会去聆听你的想法，你也会放慢节奏，从不同的角度去理解你的困境。下半年可能会有实质的机会出现，现实层面上的突破，方向的不同。所以2026就是先苦后甘，先沉重后轻盈，越走越明亮的年度。好，那我们接下来讲每一个月的预测，或者流月的预测。我会用12张主牌去对应12个月，然后每个月跟你说明你可能会经历的事情，可能会有的情绪。
讲完流月之后，后面我会给你6个时间点，分别是3件好事跟3个提醒，可以在这个地方做一个笔记。然后这个如果在之后发生了类似的状况，你就可以提醒自己说，可以回来看看能不能有一些有用的讯息。好，那我们从第一个月开始，第一个月你抽到的是女祭司。好，1月出现女祭司，真的是不知道2025的最后一季大家经历了什么。我感觉到外界应该是发生了不少牵动你的情绪的事情，可能人际上面有碰壁，计划上面有阻碍、失败或者分手，这些都会让你感觉到焦躁、愤怒、疲倦。女祭司的状态是你把能量收回来之后的结论，你选择把你的情绪跟行动都调到最低的限度，像是把灯关暗一点，然后省电，留下你的眼睛适应黑暗，观察状况。那这个月你最好是照这样的方式去以静制动，对于任何事情不要急着表态，不要急着动作，安静的去观察别人的态度还有情势的走向。工作上面避免与人争辩，你要默默的然后记下真正权力流动的方向。人际跟感情之中，我认为你不要主动的去逼近逼问，而是你从对方展现出来的细节，比如说回复的速度、语气、回避的话题，去读懂他真正的意思。这个月你的直觉会比较敏锐，常常人家一句话没说完，你会知道他想干嘛。所以这个月你要做的就是去看、去感受，等到时机成熟，你再去做选择跟决定。第二个月出现的是宝剑侍从的逆位，这个代表说你上个月经历跟收集的资讯还没有足够，还不足以让你做判断，所以这个月你一定要小心你有脑补的现象。举个例子来说，有可能你在职场上面被排挤，老板没有打算重用你，或者说好承诺没有兑现，或者你的恋人、你的暧昧对象若即若离。可能你1月的时候耐心的去等待，去读取对方的潜台词，但收集到的资讯不够或者混乱。2月的时候，也许你失去耐心，你想从一些破碎的细节里面去拼凑全部的真相，可是半套讯息补不完没有办法补完所有的剧情，所以误会啊、猜测啊、过度解读这些事情就会变得频繁。例如你可能看到对方简短的讯息，你就觉得没希望了，你的脾气就上来，会有报复的心态。那也会因为焦虑觉得说自己的脑袋虽然想清楚了，可是真的讲出口的时候会语气不佳，或者是表达错误，所以你的本意会被误会。这个月的关键是小心讯息的失真，不要让之前累积起来的内心小剧场爆发成负面的脑补。宝剑侍从可以说是 miscommunication 的代表，如果你可以用持平的心态，理性的去跟别人把事情沟通清楚，把模糊变成一个平等的你说一些我说一些的对话，很多事情可能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无。3月的抽到了一张正义的逆位，这个可能是你延续了2月资讯混乱的影响，所以你的情绪开始聚焦成一种感受，就是周围的人事对你不公平。我先说这边看到的是假设今天你2月真的发生了宝剑侍从逆位的无效沟通或错误沟通造成的问题，那你没有想起我的提醒，你继续让这种 miscommunication 发展，那就会造成比较严重的正义逆位的状况。但是如果你想起来了，你克制了自己，你调整了沟通方式，那正义逆位可能不会发生。如果不幸发生，正义逆位代表说你看到了某些失衡，比如付出跟回报不对等，责任分配不合理，或者说关系之中有一方总是在退让，这种不平衡一开始可能让你有一点不舒服。3月的时候会非常的清楚到你没有办法忽视的地步。
比如工作上，也许你长期的去承担额外的任务，但是却没有得到任何肯定，或者看到制度上就是明显偏袒某一些没有能力的人，或在感情上你总是过度的主动付出，然后对方把你视作理所当然，大概是这样子的感受。正义的逆位还可能让你陷入法律的纠纷，可能2月的 miscommunication 仅仅是社群媒体上的一个贴文，但是因为刺激到某些人、某些群体，搞不好你会被告，或者你作为店家、作为消费者，在消费的过程中起了摩擦，也可能会让你收到一纸传单。这时候不要担心只要你是站在有道理的那一边，你就拥有未来可以为自己争取正义、争取更平衡的位置的能力。好，4月的你必须去注意身心的健康。这边我们抽到的是宝剑4的逆位2月的资讯混乱，3月的不公平跟被剥削感，累积的压力跟焦虑会让你的精神进入一个高度亢奋的模式。可能你表面上看起来还是 OK， 还是比较冷静自持的，但你内心有很多股的电流一直乱跑，大脑会东想西想，夜里难以放松入睡。有可能这个月有一些决定性的时机在等着你，可能你的工作计划逼近期限，或者你需要面对某一些考核，或者等待一些结果的宣判，那这个会让你没有心情去休息，你会一直运转，就是没有目的的运转，你可能一直滑手机，一直检查讯息，但没有办法真正的去完成什么事情。所以这个月你会容易出现头痛浅眠醒来的时候就好像没睡过一样，好像还是觉得很累，然后立刻想起昨天晚上让你觉得焦虑的事情。或者你会对声音、光线特别敏感，这些通通都是你必须想办法让自己停下来的征兆。宝剑4的逆位，它可以是严重的休息不足，所以你这个月需要的不是像奇异博士一样去思考10000种宇宙的可能性而是强制的休息。你可以吃助眠剂然后或者是休假1周，去看看山、看看海或者放纵自己一下，大肆的购物等等的。你要让你的身体放松下来，你的心跟判断力才会回到正轨。那如果这个月你很确定你焦虑的原因是一个人或者就是一个人比如说你的上司、你的同事、你的恋人，那你可能需要跟这个令你焦虑的人保持距离，暂时把自己从这个生活圈之中移除，那才不会治标不治本好，第5个月你抽到的是隐士的逆位读牌读到这边，我感觉2025年底可能有蛮重一部分的比例的同学分手了，因为有一种从1月到5月都走不出来的感觉。一般来说，失恋是最容易让人有一种想要调整状态却调整不来的感觉，会一直叫自己说不要想了，不要难过了，赶快转移注意力，但是却没有效果。你只能靠时间的流逝来稍微减缓难受感，可是时间又过得不够快。如果不是失恋那这种很难走出来的感觉，也有可能是因为工作上被裁员或者是家庭里有变故或者是你心爱的宠物离开人世了等等。无论你是遭遇了哪一种令你缓不过来的痛楚我在这边向大家致上最深的同理心以及祝福，希望你能够撑过上半年，让心情和健康平稳下来。那如果你不是这样子的状况你不是这一部分的同学，你没有遭遇这些，但是你就上半年5月到5月你都觉得自己的运势起不来，不用担心，好好照顾自己，夏天来的时候好运一定也会一起来。5月的隐士逆位表示说你可能被迫独处，可能找不到朋友陪你，或者说那种不被人理解的感觉让你很想要遗世独立。
前面几个月你可能一直处在睡不好啊，脑袋停不下来的状态，让你在精神上面感觉到疲乏。那这个时候你有矛盾感，你既希望有人来帮你，又觉得疏离是目前最好的选择，所以你可能会刻意减少分享近况，你会暂时把社交媒体关掉，表面上表现得很冷淡，可是心里又偷偷希望说有人主动看穿你的不安，然后来联络你。这个月你最矛盾的地方在于说，你一边想求救，那一边又封闭了自己，然后你又讨厌这样心口不一的自己，所以会陷入一种自我挫折，觉得被孤立好像是正常的，因为连你自己都不喜欢自己，为什么还要期待别人喜欢你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悲观的想法。好消息是，这种状况只是暂时的，除非你刻意的去强化这种伤春悲秋的思考，不然我们退潮之后必是涨潮嘛，低潮过后一定就是会爬起来。6月的时候出现的是权杖9这张牌终于让我开始觉得就是你从令你绝望的伤痛之中站起来，或有部分同学终于停止为一些事情纠结。前面4张的逆位，连我开始都感觉到低气压这4个月甚至都还没发生，我都已经开始觉得心口有点闷了你们那种想很多想太多的悲伤的负面情绪，如果那个时候没有好好的去照顾跟消化，你可能会真的觉得很累很难受。权杖9在这边至少是正位的，代表说你有力量是站着面对。虽然你还是带着5月的时候的孤独感，但是现在你从摆烂多了一点戒备，你手上拿着那个权杖，表示说你至少想为了保护自己做一些什么。虽然心理层面还是疲累的，还是不想要受伤的，但已经能够慢慢的去收拾情绪，去梳理前因后果，做出一个为自己好的结论。权杖9是撑住的，不想倒下的，你不想放弃，不想被打败，你想要转变，想要站到最后。那这个月是你在通过韧性的考验那个韧性强韧的韧，虽然还是辛苦的，但是明显的你是为了要准备接下来的转变。好，终于讲到下半年了7月节制牌的逆位，这张牌在1月的女祭司的下方，让我觉得虽然是逆位，但是是你上半年下半年差异的分水岭。你在1月的时候表现出来的冷静，我看起来是假的，只是表象，它不是从你内在发出的。那些理性的思考从外而内，但是没有被你内化。比如说你可能一直在告诉自己说这个没有什么好在乎的，人生这么长，这只占了沧海一粟，这件事情并不是很重要，或者这个人很不值得或者说你一个人也可以，孤独才是人生常态等等的，用这种老生常谈的别人安慰你的话，心灵鸡汤里面的句子来试图重整自己的能量，可是没有用，因为这些事情这些想法不是从你的内心真正的体会生长出来的，所以你越想要冷静，就越容易失衡。节制逆位这里，我反倒觉得你此时会去面对你真实的想法把这些心灵鸡汤都倒掉，一口气把前半年的压抑释放。你确实是非常的在乎这段时间，对你来说真的是非常的重要。这个人这件事情占了你的生命中的一部分，你却想要去压抑它，说服自己这个不重要。回忆非常的美，你其实不需要去否定然后你一个人其实不可以，你感到孤单是非常正常的，你需要人陪，所以你会去把之前那一份逞强的力道松开来。这个暂时可能会让你好像内在是一个失去节拍器的乐曲，你前一刻还可以理性的分析，你下一刻变得情绪泛滥。但这个节制牌的逆位在我看起来对你来说是好事，看似失控的那一刻其实是松绑的开始。
你可能会暂时停下一段耗能的互动，请假休息，去旅游，重整生活的步调，或者你第一次愿意向可以信任的朋友全然的去坦白你的疲惫，没有不装，不逞强，只要肯对你自己诚实，那你的下一阶段就会有所突破。8月开始，你会觉得好像有一股温暖的风吹进你的生活。皇后象征的是滋养、理解、被滋养、被理解。原本可能比较紧绷的关系会开始缓解，戒备会开始松动。可能因为你终于感觉到你被听见，你有被好好对待，很有可能有新的人际关系会出现在你的生活之中，可能是朋友、恋人、家人或同事，不会批判你，不会催促你，他们愿意听你说话，帮你分担，然后跟你说一句你辛苦了，也或者你之前终于表现出真正的自我，你不再去跟矛盾的念头抗争之后，那别人就理解了你的难处，而开始温柔的对待你。工作上你有机会感觉到团队的支持，有人会帮你处理事情，然后这些上司啊、同事啊、朋友的支持让你觉得很安全，你会卸下武装。8月也可能会是你开始富养自己的时候，有可能会有一笔意外之财，副业有额外的进账，或者签成一笔大订单。总之你会有多余的金钱去花在宠爱自己身上。你可以做一个新发型，去一间高级的餐厅，买一个有价值的东西配件，或者给你的爱车做一个全身保养等等。这张皇后牌还有一个很明显的意思被画了出来，就是怀孕、孕育，会有新生命或者新计划、新成员出现在你的生活之中，你会在内心感觉到一股柔软。在备孕的同学可以在这个月期待好消息。那还有可能，如果同学你之前失去了心爱的宠物，那这个月终于找到可以重新给出爱的力量，你会领养另外一只毛宝贝，然后让爱延续下去哦。这一张牌也是你们跟第二组重复的一张牌，其实那个能量感受都蛮相近的。如果你真的觉得第三组好像你的讯息只有一半，那你也可以考虑去第二组的地方听听看。好，9月的时候你抽到的是吊人牌。这张吊人牌代表说你之前想要推动的事情有可能会变慢。我认为既然它是正位，就不用过度担心，因为这个是看似停滞，其实是让你学会转变内在视角的好机会。可能你会感觉外在放缓了脚步，计划受到延宕，别人回你的讯息变慢，事情有点卡卡的哦。举例来说，比如说你跟暧昧的对象一直没有办法定下来，或者客户的回应一直很模糊，专案需要等待别人的决策，有一份文件迟迟没有办法到手。那一旦卡住，我们的第一直觉会是什么呢？就是思考怎么会卡住，所以你是被迫停下来思考。这些情况虽然让你表面上看起来没有进展，但是你的内心会有重要的转向。你会开始问自己，过去是不是你看错了重点？你是不是读错了空气？那还有什么事情是你现在能够做的？这个计划还有什么可能性哦？这些是一个扩张性的问题。吊人牌这张牌，它的基本意思就是用颠倒的角度来理解世界。你会重新去定义一份纠结的关系，一段你正在面临的困局哦。所以这个月的主旨是希望你顺流，先不用对抗，然后从旧的事物之中品出新的可能性，然后有一个不同的应对。这个是看见不同答案的一个月。10月份的时候，你遇到的是钱币1的逆位，逆位代表说机会还不会明确的落地，你可能会看见一个尚未成熟的机会，会有可能会暂时性的错过。有一颗种子在你手里，你也许还没有真正的种下去，或者门缝打开了，可是你还没有得到进去的许可。钱币为土元素，所以1号牌逆位可能的表现会有工作机会延后，
原本谈好的合作暂缓，面试有好消息，但是还没有签约，或者财务计划需要重新调整，你在这个月必须要去思考那个临门一脚到底是什么，或者说你有没有必要去做这个临门一脚的动作。有的时候宇宙给你拖延跟冤枉路，是要提醒说这个其实不适合你，那你不要因为这样子而去放弃了别的机会。宇宙怕你太快做出将来会后悔的选择啦。在感情层面，这一张牌也常常代表现实条件的卡关，距离、时间、金钱、身份、家庭因素、价值观等等的。如果你在9月、10月有暧昧对象，对方却迟迟不给你清楚的表示，那很有可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毕竟具体的承诺跟行动，它是需要更多的爱慕跟勇气的。好，11月、12月终于来了。11月你抽到的是命运之轮。对于上2个月的吊人跟钱币1的逆位，你完全不用担心，因为宇宙在年底准备了大礼给你，前面的小路障只是为了把你引到正确的道路而设的。经过前面10个月艰辛的节拍好啦，是艰辛的等待曙光啊。11月是整年度最关键、最有戏剧性的月份之一。不管是8月或10月被种下的新种子，可以长出真正的芽。命运之轮对应的木星会把那个小小的开始、小小的好事迅速的放大，并且推动前进，甚至会超出它的原本预期，好像是宇宙在推着你走一样。你就好像是你明明买的是莒光号的票，但其实是就是格马兰是这样吗？就是你只是需要搭上这个顺风车啦，那你就会到达比你以为的目的地还要更远的远方。如果你有听到这边，然后你觉得之前的风风雨雨你虽然听了但没有听进去那你现在可以把耳朵竖起来啊。你可能是希望在个人的实现或者是财务增长上有所突破，那你可以考虑在8月的时候去执行一些计划，比如说申请阶级更高的工作，买一些股票，投资某些项目，这些事项很有可能会在年底的时候给你带来成就跟收益。木星跟命运之轮的具体影响举个例子，比如你可能随便投一份履历觉得说好像他的要求上你年资不够啊，背景差太多，不可能有机会结果真的收到面试或者录取的通知或者他说你这个适合投我们公司的其他职位那也有可能说你跟别人随口聊聊的合作，结果就意外成真了，变成大型的案子，或者说你的家里工作环境突然出现一个重大的变动，比如人事重组啊、搬迁啊，所以你的生活结构跟着不同，你也会从这样的变动之中，不需要劳动就获得好处。在人际跟感情上，也有可能出现命运式的相遇或者突发性的转折，关系突然拉近或者连接突然断裂，都是命运之轮的典型表现。但无论如何呢，你就是去相信说这个是对你好的。命运之轮代表不可避免的推进，人生的轨道到转弯的时刻呢，你就是跟着走就对了。也许你当下觉得措手不及，没有想过，可是我保证你回头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个对你其实是好事情的。如果没有当时候的经历，你现在也不会在你所在的地方。而且这些改变也许前几个月的时候就悄悄酝酿了，现在是水到渠成的。好，12月你抽到的是权杖骑士12月的你是名副其实的权杖骑士，你会感觉生活充满了热情跟动力，有非常多可以期待的好事。你就像是一团所向披靡的火焰，做什么都很顺，你也可以带动身边的人。从11月命运之轮的巨变之中走过，你现在是有着清楚的方向跟强烈的行动力你想要的是宝剑骑士，现在有的是权杖骑士，两个骑士都是数1数2的快速。过去近1年之中，你有漫长的观察
期、停滞期，你怀疑你的决定，你酝酿你的动力，然后走向重整。终于在这个月，你知道说你准备好了。权杖骑士象征的是突破，带着勇气的直线加速，很有可能你会拥抱上个月命运之轮带来的大改变，比如你会非常干脆的接受新的工作，即使你需要搬家搬得很远，远离你熟悉的地方，或者你会出国或跳槽。感情上你可能会主动的要去推进关系，你直接表态，要就要，不要就不要，不要给老娘或者不要给老子啰里吧嗦，或者说你在长久卡住的梦想上，你终于下定决心开始实际行动，比如报名课程啊、创业啊、投稿啊、踏上一个旅程之类的。你的说话跟行动变得果断，让你身边的人惊讶说，你怎么会突然这么帅气的做各种困难的决定呢？这个能量也带着强烈的自由感，别人的看法现在对你来说都像是轻飘飘的棉花，没有重量。12月是你奔跑向前的时刻，是你一直以来期待的宝剑骑士的变形，你就是顺势而起，你理解到说只有做自己是让你最快乐的，那你也会在2026的年底感觉说你从未如此的爱着自己。好，我们来看一下一些需要注意的时间点如果你想要做个笔记，现在就是时候。好，3件会发生的好事的时间点，第一个就是10到12月了。钱币1逆位，虽然是逆位，但是它是一个酝酿，加上命运之轮跟权杖骑士，你会从迷惘之中苏醒，然后彻底的突破你长期的停滞。那第二个时间点是8月，皇后牌，你的情绪跟人际关系在下半年会获得补充的能量，你会被温柔的对待，会被支持、被理解，会感觉到被滋养。那第三个是3月跟9月，正义逆位跟吊人牌，这边的大牌还是也算多啦你心中困扰很久的矛盾会被看清，你会理解某段关系的真相，或者是某个不公平的局面会被解决，所以是一个心灵上的一个巨大的松绑。 OK， 3个需要注意的时刻，第一个大概就是所有的前半年没有啦，至少说2到4月的时候，那些逆位的牌的时候，你不要去相信你第一时间的直觉，你平常都是思考很多的人，所以这个时候你更要利用这些思考去判断、筛选、剔除掉对你不利的东西。你的敏感可能会造成误判，所以你需要时间去等待，不是急着得出结论好，第二个时间点要注意的是7月，7月的是节制逆位虽然说我认为它是一个好的转变，可是毕竟它也是有失衡的意思，所以有可能你冲动或者是情绪波动比较激烈的时候，会容易做出错误的反应这个也是需要小心的地方。11月的变动，它虽然不是坏事，但是命运之轮的转折可能很剧烈，就如同我刚刚所说的，它有可能是一段关系的飞速成长，但也可能是一段不适合你的关系的急速断裂。所以好跟坏要时间才看得出来，当下你的情绪可能并不代表它这件事情在你一辈子里面扮演的意义。 OK， 所以你这个时候只是要注意稳住自己可能你掌舵的人会觉得现在风浪很急，可是要相信你走在对的路上。好，我们来看左下角的 Keepers card 第一张你抽到的是The Good Lord， 好绅士。这张牌它代表一个年长、温和、有威严的男性，可能是导师、父亲或者上司或者成熟的伴侣，他是一个比较权威者的形象，会来教导你用更大的格局看待世界。外表上这个人体格较健壮有可能有胡子，或者他的毛发比较浓密。那这张牌它少数的时候也代表着感情里的另一人，一位秘密情人，或者三角关系之中的第三者，所以你要去小心这样子的关系。对第三组的同学来说，这可能是外在人物也可能是你正在成为的自己。
年初的女祭司、正义逆位、隐士逆位显示说，你在这个荆棘丛生的心灵迷宫之中，你正在试图摸索出你的道路，所以有可能你会逐渐培养出像这张牌一样的沉稳，还有内在的威信。从一个被情绪、被太多的想法牵引的人，变成可以安静的看透情势的人。这张牌在健康的问题之中会提醒要注意关节的问题跟高血压这样。好，第二张牌抽到的是 short illness， 短暂的疾病第二张跟你的运势主牌超级的契合，这边代表的是短暂的低潮、疲惫、身心状态不佳，可能是被迫休息、停滞、被迫放慢速度。对应到的是宝剑四逆位、隐士逆位跟节制逆位，它其实都在描述类似的事情，就是你的身心过载了，可能需要一个重新解构就是崩解再重组。这个不是坏事，而是宇宙给你签一张强制的休假单，让你承认说你累了。这张牌它的字面翻译是短暂的疾病所以提醒第三组的同学一定要特别的去关注身体的讯号。过劳、失眠、紧绷或低潮过久，虽然都不算是非常危险的疾病，而是小麻烦不舒适，那及时发现还是很重要的，然后及时去请求专业的协助。在人际关系之中，这张牌它象征的是不健康的互动模式，可能有忽冷忽热的连结，或者需要距离跟冷静，所以这个跟你年初的混乱资讯失真、误解非常的呼应。这张牌也可以连接到你9月的吊人牌有一种外在的暂停是需要内在的是为了内在的转向。好，第三张出现的是 expectation。出现这张牌，如果真的有在备孕的同学呢，先恭喜，今年就是一个怀宝宝的好时机在皇后牌跟 expectation 这2张牌的加持之下，备孕的同学请你更努力的做人。其他的时候，这张牌它象征了为了你的渴望跟向往耐心的等候，它鼓励你要保持一个平常心，要耐心，不要放弃。虽然暂时可能没有前进的动作，但就像是冬眠是为了等待春天，反省是为了重新出发时不再犯错。这里你会有时间对自己做出有用的思考，所以这张期待牌几乎就像是你2026年全年的标题。从1月的女祭司，4、5月的宝剑四隐士牌的逆位，9月的吊人牌，10月的钱币一逆位这些过程就是你的 expectation， 正在等待、耐心等候的时机。所以你的节奏必须要遵循观察、思考、重新的定义，然后行动这样子的逻辑。那这个也说明说很多事情尚未成熟，但你要相信他们正在路上。年底2张牌的推进就是这张牌结果的绽放。好，我们来看一下右下角的5张茶叶卡，我就把它很快的带过去第一张牌是 sunrise， 日出，这边是可能会有新的 creative ideas， 有创意的想法，然后新的冒险，一个新鲜的开始这个对应了是皇后牌跟命运之轮。第二张出现的是百合花 lily，spiritual love， 精神上面的契合，精神上面的爱。第三张是 desk， 桌子 pay attention to your work， 在你的工作之中放一点心思。这张牌我觉得对应的是钱币一的逆位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机会，是不是应该在接受之前看清楚之类的。第4张牌是 money path， a path of money is waiting for you to find it， 有财路，一条财路正在等你去找到它，对应的是皇后、钱币一的逆位跟权杖骑士这个就是你要去询问自己心里的热情在哪里，你什么事情是能够花时间去做的，那这个时候也许财富之路就会由此展开。第5张是眼睛 eye，
psychic ability, trust your intuition 这张也对应到你的1月的女祭司，你有一些特殊的直觉，其实是值得信任的。不过直觉这种东西有的时候需要一些磨练啦，我也不知道，我也没修行嘛所以我自己是不太会完全的相信直觉这件事情，但是它确实可以给你一个很好的指引好，我们来看一下你的左上角的星光女神卡，就是一开始选牌的时候你选到的，它是紫水晶之光女神。那我把它里面的提醒跟主牌结合，跟大家做一个结论。这一年走到这边，你已经很清楚，你的成长不是在顺风顺水的时候完成，而是在矛盾跟冲突里被逼出来的。这张牌紫水晶之光女神提醒你，你的功课从来不是要不要感受情绪，而是如何在情绪之中保持冷静跟温柔。年初你可能会经历误解、不公平感，内在的矛盾，你一度选择的是沉默或抽离，你以为不要沟通就能够避免冲突，但那些没有说出口的话，只是转为更深的自我拉扯。这张牌邀请你学会一种力量，不是硬碰硬的对抗，不是压抑你的理念，而是带着和平的意愿，温和而坚定的去表达你的真实。很多外在的对立其实是对应着内在的不和谐，情绪爆发、拒绝沟通、不愿意面对，是你的伤口被碰触之后的本能反应。今年的停滞跟转折，就是在教你不要用直觉跟愤怒，不要用直接迸发出的愤怒来证明自己，也不用靠隐匿来换取和平。当你愿意去承认自己的需求，尊重他人的不同，真正的突破才会发生。紫水晶之光也是提醒你要照顾身体跟能量，失眠、疲劳、紧绷都不是偶然，是你的身体要求你看见。当你愿意慢下来，然后让你的心跟身体重新的对话，内在的冲突就会化解。结局不是要去战胜谁，而是要回到自己。好，那第3组同学们，你的节牌内容就到这边啦。那希望对你们有帮助。也在这边祝大家2026新年快乐。希望每一位第3组的同学都能够度过健康、愉快、成功的一年。好，感谢同学的聆听，我们就下次再见啦，拜拜。